分床睡，有出息了。这个房间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了？怎么这么难喝啊？抱歉，陆总，这咖啡平时都是太太亲手做的，步骤复杂，我已经很努力的学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为了赌气，连咖啡都不做了，叫他下来。太太昨晚已经提着行李箱走了，连司机都没叫。我们以为你知道。什么？太太还留下了这个。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。他不知道我们签了婚前协议，离婚1分钱都拿不到吧？太太说她知道，她净身出户，反正是不想和您过了。钱来真难。我时常会做一个梦，我万众瞩目，还有一个暗恋多年的男神，我每天努力的照顾他。我跟你说，我又拿到了大赛提名，为他拉琴。今天这首曲子你喜不喜欢呀？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我都喜欢，可是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醒啊？可实际上我并不会拉琴，连那个男人是谁我都不知道。不过已经不重要了，我的身边已经有了深爱的人。下楼。陆泽回来了。我和陆泽是3年前相遇的。因为一次意外的一夜情，我成了他的妻子。我爱他，无微不至的照顾他。可陆泽却以为是我给他下的药。结婚3年，我们之间总隔着一座无形的冰山。我以为只要我循规蹈矩，百依百顺，就能消除误会，离他近点，再近点，直到出轨的男人好像都有2部手机。陆先生，谢谢您的生日礼物。我知道这个女孩是谁，陆泽的救命恩人白小小。3年前我认识陆泽时，我们之间就隔着一个白小小。听说如果不是我和陆泽一夜情的意外，她才应该是陆太太。看够了吗？比发现丈夫出轨更悲哀的是，我连计较都不敢。我已经习惯了一直活在白小小的阴影里。陆泽，我想跟你说件事。司机在楼下，你只有3分钟时间。我爸这个月的医药费，他每个月10万，怕我少你？不是。乔轩，当年是你给我下药，发生了不该发生的关系，
你才当上了陆太太，10万已经是你能卖的最好价钱。我劝你安分一些，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我已经解释过了，当年的事情我没有。时间已经到了。等等，陆泽，我想出去工作。在家当全职太太有什么不好的？有佣人伺候着，你有什么不满意的？工作不适合你，我不怕辛苦。是吗？离开陆家你能做什么？况且，陆家不需要一个抛头露面的陆太太。对了，记得吃药，否则后果你知道的。这段婚姻只有性没有爱，他甚至不允许我生下他的孩子。刺痛房都要吃药。乔勋，你爱了他整整3年，在他眼里就是一无是处的土司花。无爱的婚姻成了你的囚笼，是时候该清醒一点。国家秘密培养的天才小提琴家艾拉于3年前车祸失踪，国际小提琴协会元老魏教授发布全球寻人启事。我也是3年前出了车祸，失去了近10年的记忆。虽然不认识这个小提琴家，但也算是同病相怜。喂，沈姨。阿西，你爸爸出事了，赶紧来医院。什么？阿西，你哥哥被扯进了击击案件，听说至少要判10年。你爸爸知道后打击太大，情绪激动，突发脑溢血。你是陆太太，一定要让陆泽帮帮我们呢。陆泽，你快接电话呀！喂，陆泽，是我。又要钱？是。乔勋，除了钱，你嘴里面就说不出别的话来。我说过很多次，这种事情找秦秘书就好。陆氏银行集团总裁为影响包下爱情3厅放白的电话。小轩，在听吗？阿泽，那花好漂亮。我很喜欢。你现在在哪儿？我在忙，没什么事你就挂了。你联系秦秘书就好。喂，你喜欢就好，这人回来。原来他也有这么温柔的一面，只不过不是对我。阿勋，跟陆泽联系上了吗？现在只有他能帮我们了。又去陪那个白小小了。阿勋，你别着急，我听说他是陆泽的救命恩人，当年陆泽昏迷，是他拉小提琴，一直照顾他，才让他苏醒的。他关心一下也正常。原来当年是白小小拉提琴唤醒的陆泽。对呀，我应该跟你说过，就是因为这个，他才一直对他那么好。我也是糊涂了，竟然会觉得那个梦是我的亲身经历。现在看来，我之所以做这个梦，是因为羡慕白小小。阿勋，这个时候你不能跟陆泽闹，得识大体。我只是一个不被爱的妻子，名分形同虚设，我根本没有资格闹。阿勋啊，救你爸爸要紧。
放了这么多烟花，是不是花了很多钱？请别说，要钱，太太，僭越了吧？我已经跟陆泽说过了。是吗？可是我没接到通知呀。您还是先跟陆总打个申请报告，让陆总签字吧。就像您身上的那些珠宝，除了那枚婚戒之外，都是需要登记才能使用的。太太，我的意思你明白了？明白。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陆泽肯花上百万放烟花哄小情人一笑，就不肯为岳父花10几万的医药费都不愿意出。我这个名义上的陆太太当得何其可悲。结婚3年，我为了成为合格的陆太太，把自己活成了一株依附陆泽而生的土司花。记得吃药。可陆泽眼里从来就没有我花的每一分钱，得的每一只珠宝，都要向他的秘书打报告。唯一不需要申请的，竟只剩这个婚戒。沈姨，把戒指卖了。阿雪，你疯了吧？我没疯，从来没有这么清醒。既然他不是我的依靠，我又何必做潘城的土司花？我要跟陆泽离婚。先生有洁癖，只有太太才能帮他收拾东西。太太呢？在楼上，先生。之前清酒公公出了事儿，您不闻不问，太太很生气，所以就一直不停地收拾东西。我觉得不对劲儿。不对劲？他不就喜欢收拾东西吗？没事的。听说你父亲的病情好转了。那就好。平时他会第一时间接过我的行李收拾，今天居然没过来。你如果不满意请秘书，我已经指责他了。他不知道你父亲生病，我是从管家那儿知道的。我让他第一时间去医院找你，却发现你父亲的病已经稳定了。你别怪他。我和陆泽结婚3年，我爱了他3年，也被冷淡了3年。如果没有那个夜晚，如果没有看见漫天的烟花，或许我还自负在这段没有爱的婚姻里许多年。可是我看见，我不能再自欺欺人了。陆泽，我们离婚吧。怎么，前几天吵着要出去工作，现在又要离婚？你是陆太太当久了，想出去体验生活？是。你要不要出去看一看？外面有多少人拿着3000块钱的工资加班加点的工作？你住着2000平的别墅，当着陆太太，有什么不满意的？陆太太？有我这样当陆太太的吗？有哪家的太太用的每一件珠宝首饰都需要跟丈夫的秘书打报告登记？有哪家的太太花的每一分钱都需要跟丈夫的秘书写申请书？我连出门打车的钱都没有，你告诉我是陆太太，
陆太太就是这样当的吗？是，我们家是没落了。你每个月给我10万块钱的零花钱，但我每次接过支票的时候，我都觉得是场交易，是你发泄后的恩赐吧？你是这么想的？怎么，玩腻了，想要离开了？你觉得你离开我之后，能过上什么样的生活？嗯？褥子，放开！我们的婚戒呢？卖了。所以我们离婚吧。乔轩。原来跟我闹了半天，是因为白小小。乔勋，坦诚一点不好吗？你当初处心积虑的想要当陆太太，怎么现在不想当了？我已经跟你解释过了，那只是个意外。意外？那天晚上要不是你给我下药，害得我没能救成白小小，她的双腿也不会瘸，我也不会被迫娶你。你告诉我这叫意外？嗯？你放开我！陆泽，不行！不行？你每次都说不行，但哪次是真的不行了？陆泽，我这几天没吃药会怀孕的。看来这几天你想的挺多。我会叫人给你的父亲安排最好的医疗团队，你以后需要钱就跟我要，秦秘书也不会再来我们家。至于那些珠宝，你自己收着，我会跟他解释的。小勋，我已经让步了，你也适可而止。陆总，你到家了吗？到了。谢谢你的生日礼物，长这么大，这是我过得最难忘的一个生日。你喜欢就好。我看天气预报说这几天会下雨，这一到阴雨天，我这脚就难受。要是你能陪在我身边就好啦。陆泽，刚刚说了那么多，让了那么多，可你的让步从来都不包括白小小。你想让我囚禁在陆太太的位置上，为白小小迁就一辈子，可我不想再困在这场无爱的婚姻。既然身体不舒服，那就早点休息。小轩，分床睡，有出息了。这个房间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恐怖？怎么这么难喝啊？抱歉，陆总，这咖啡平时都是太太亲手做的，步骤复杂，我已经很努力的学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为了赌气，连咖啡都不做了，叫他下来。太太昨晚已经提着行李箱走了，连司机都没叫。我们以为你知道。
什么？太太还留下了这个。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。他不知道我们签了婚前协议，离婚1分钱都拿不到吧？太太说她知道，她净身出户，反正是不想和您过了。既然来真的，那就让他闹。当惯了陆太太，出去也找不到工作，等他闹够了，自然就会滚回来了。先生，这是昨天的报纸，我这就去给您换新的。他走之前看到报纸了？太太昨天在家里待了1天，应该看到了。陆总，报纸上的新闻处理一下，另外帮我查一下乔轩的婚戒卖到哪儿了。太太那么爱您，怎么可能会把婚戒卖了？总之，下午4点前我要拿到。是。对了，白小姐打来电话说她从轮椅上摔下来，给她找最好的医疗团队。您不亲自去看看吗？我又不是医生。这夫妻之间哪有不吵架的？男人偶尔偷吃一下也正常。再说了，那个白小小长得那么寒酸，腿还是瘸的，你就忍忍吧。陆泽不会跟他来真的，他根本影响不了你的地位。在陆泽那儿，我还有什么地位？可你爸爸后面需要长期治疗，每个月15万，我们哪来那么多钱啊？都说了你不要冲动离婚，你怎么就听不进去？就算我不跟陆泽离婚，他也不会救我爸的。怎么会？最新消息，陆氏集团总裁高薪聘请海外骨科专家团队为女友治疗腿疾。陆泽是疯了吗？这白小小的爹妈，以前一个是咱们乔家的司机，一个是灶台上的厨娘，那个白小小更是其貌不扬，还瘸了腿。他非得出轨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女人，还给他提供 VIP 病房，配专家团队，不管你爸的死活。沈姨，靠山山会倒，靠人人会跑。我靠了陆泽3年，他也没有像对白潇潇那样对我。我打算以后都靠自己。家里的房子，我准备先卖了。可是那……阿勋啊，现在家里全靠你了。陆太太，好久不见啊，陆太太。白小姐，除了在新闻上，我们应该没有见过吧？我们当然见过，在多年以前。那，走，跟妈回家。乔轩，只要你死，陆泽就会相信我是他的救命恩人。所以，去死吧！相信你。谁知道你命这么硬，不仅没死，后来还阴差阳错的嫁给了陆泽。乔轩，这一切都应该是我的才对。陆太太，陆总是企业家，他要名声，所以当初不得不娶了你。但是这么多年了，事情也都过去了，我求求你，能不能不要再缠着他了？毕竟我跟他才是真心相爱的。如果你退出的话，我们一定会过得很幸福的。强扭的瓜不甜，你说是不是？原来陆泽喜欢的就是这样的人。白小姐，你这话找我说不上。要不到名分，往往是男人的问题；找不到人，你说的对。第一次见小三这么嚣张，这么不要脸。还有事吗？没有事我就先走了。站住，乔旭！他根本就不爱你，
感情里面不被爱的才是小三，你懂不懂？他若是爱你，怎么会不救你哥？他若是爱你，会让你爸住那样破烂的病房吗？而我住在医院里最好的 VIP 病房，享受着最好的医疗资源。小轩，他根本就不爱你，他根本就不爱你。结婚3年，他不爱我，我怎么会不知道？故作镇定是吧？看你还能装多久？乔小姐，这套房产我们已经帮你做过评估了，您放心，我们会尽快帮你找到买家的。谢谢。喂，乔小姐，出大事了！你后妈和白小姐打起来了。什么？这个女人这么阴险恶毒，我看你以后还敢不敢？沈怡，沈怡，你来的正好。这个女人不仅抢你老公，还到病房咒你爸爸，赶紧给陆泽打电话，我倒是要看看是你这个妻子重要，还是这个救命恩人重要。小小，妈妈。你手上本来就腿脚不好，现在胳膊又受伤了。他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让你偿命！病人得赶紧去处理伤口，不然会留疤。你们在干什么？陆总，好疼。陆泽，在妻子和情人之间，你永远想的都是钱。小薛，离开我，谁还会记你爱呢？只要你服了，乖乖回来，你就还是我尊贵的陆太。你就没什么要解释的？我没有什么好解释的。乔薛，我已经给你台阶了，你还要不知好歹，那就好好去外面吃苦头。等你吃够了，就会乖乖回来。陆总，我送你去治疗。好浪漫，是公主抱。老婆长得漂亮也没用啊，家花还是不如野花香嘛。男的肯定要离婚。我就知道陆总肯定站在咱们这边。那当然了，我们小小啊，可是陆总心尖上的人。早就知道不被爱的下场是这样的。我照单成全，我纵容你一寸又一寸，将我的心贯穿，有一分又一分，拔出来一半。你是？你不记得我了吗？你是季堂哥？你可算是想起我了。季堂哥，我小的时候跟妈妈去了国外，发生了一些事情，很多事我都忘记了，也就5岁之前的事儿还记得一点。想不到还能在这儿见到你。我不仅是你的季堂哥，现在还是你父亲的主治医生。我在心慌什么？我根本就不在意乔轩，我只是不想换太太而已。我这个圈子，有身份地位的男人都不会轻易换太太。陆总，我疼。今天让你受委屈了。陆泽心里果然是有我的，只要假救命恩人的身份不被揭穿，我总有一天能成为陆太太。
你来了之后，我就好多了。对了，国际小提琴大师魏教授过2天回国，我找关系约了他时间，到时候迎接你们认识，看他是否可以收你为徒。怎么这么突然？当年我昏迷的时候，你不是总是喃喃自语，说你的梦想是……陆总，我的梦想是当世界上最棒的古典小提琴家。你说我会成功的，对不对？他反应怎么这么奇怪，好像完全不记得这件事似的。小小，当年给我拉琴的人，真的是你吗？哎呀，陆总，你这是哪儿的话呀？给你拉小提琴的不是小小，还能是谁呀？小小是听说这个魏教授在国际上赫赫有名，他太高兴了，他一时忘记了怎么反应。小小，快谢谢陆总，你马上就是国际大师的弟子啦。我确实想成为顶尖的小提琴师，谢谢陆总。这个陆总日理万机的，今天能特意赶来，一定是累了。小小，要不我来抱你？哎，对，好。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哎呦，闺女，别哭，哎呀，没事的。我去叫医生。没事吧你？查一下我当年在 M 国住院时白小小的所有信息。乔勋，安旭，乔勋，季堂哥，你跟沈一先回去，我能处理好。跟别的男人笑得那么开心，麻烦陆先生松手，跟你没有关系。这才几天啊，就叫我陆先生？陆泽，你对我并没有感情，离婚协议上我什么都没有，你没有任何损失。你以后想跟谁在一起就跟谁在一起。你不是喜欢白小小吗？他也不会被别人说成第三者，不好吗？然后呢？让你顶着陆太太的名分，给我戴绿帽子。什么绿帽？贺医生是我爸的主治医师。娘窒息的日子结束了，我们就到这儿。怎么又开始闲话？对我来说，乔勋只是长得好看，性格温顺，适合当陆太太而已。况且，只要我不点头，他还是得当这个陆太太。陆总，太太为了给父亲治病，打算把宅子卖了，还在外面
找工作。他既然想要闹到底，那就让他闹。派人把宅子买了，公司那边去打点，该怎么做，你知道的。喂，很抱歉通知您，您的面试没通过。什么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乔小姐。不好意思，另请高。不好意思，乔小姐。喂，你好，我是乔轩，我想优秀，但不适合我们这个岗位。阿勋，阿勋，我们这房子有人出价了，我们这房子市值最少600万，他们才出100万，真的是太贪了。卖，差这么多，怎么能卖呀？爸爸的病，哥哥打官司也需要钱，我们等不了了。今天是我太冲动了，实在不行，你和陆泽，沈离，我跟陆泽不可能。可是让阿勋做他想做的。老公，你醒了？你不说说阿勋，还跟着起哄，你也是糊涂了。阿勋从小跟他妈妈去了国外生活，和我聚少离多，结果一场车祸，他妈妈去世，他也差点命在旦夕。他吃了这么多苦，好不容易回到我身边，没想到又遇上我生病，他哥哥入狱，他根本就没有享过一天的福。阿勋，你哥哥现在已经失去自由了，爸爸不像你，也没有自由，做你自己想做的，啊！谢谢爸，您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撑起这个家。好。喂，我是乔轩。什么？歌利亚餐厅？你们要骗用我？好。大家过来一下啊！这位是新来的同事，大家欢迎。大家好，你们叫我乔勋就行。好，大家都去忙吧啊！你也去吧。难得你是有求于我呀，帮这位小美女介绍工作，还让我不要告诉她。贺医生居然也动了凡心。他是个很好的人，我只是想回报他一下而已。这把小提琴真好看。当然，听说这是柯蒂斯音乐学院的馆藏，也是当年名动世界的小提琴家 Ella 的御用小提琴。可惜那个 Ella 还没有在公众面前亮相就出了车祸，这小提琴也就流入了拍卖会。听说有个大佬足足花了2000万拍下来送给女朋友呢。老板，不好了，那调琴师有事来不了了。什么？可是我们的贵宾马上就要到了呀，这琴得赶紧调好。哎，你们有谁会调琴的？调好了，有红包。哎呦，我也是糊涂了。他们要是会调琴，怎么可能来当服务员？这把琴怎么感觉这么熟悉？可我明明不记得我会拉小提琴。你在干什么？你知不知道这琴很贵的，弄坏了你赔得起吗？老板，我如果能调好这把琴，是不是真的有红包啊？当然，1000块的红包，说话算数。我试试看。你小心点儿，
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但这些音符好像能自动归位。难道我以前学过音乐？哎，他居然真的会！白小姐一家正在赶来的路上，魏老师半个小时后到，一切已经安排妥当。上次让你办的事情怎么样了？查过了，您在 M 国养病的私人医院杜绝所有监控，但医护人员能证明，在这3年间，一位华人女士每天都在照顾您，并且对方是柯蒂斯音乐学院的学生，年龄等方面和白小姐也能对得上。陆总，难道您是怀疑当年唤醒您的并非白小姐？这不是你该担的。这旋律，陆总，怎么没声音了？难道我刚才听错了？陆总，没事，进去吧。陆总，您来了。刚才有人拉过小提琴吗？不能让陆总觉得我们连调琴师都没有请到，显得我们怠慢。没有啊，可能是他们打扫卫生的时候碰到琴了。陆泽哥哥，陆泽哥哥，还得是陆总啊！你看这酒店，多气派！我在电视上看过这家店，可贵了。今天呀，我们是沾了陆总的光。爸妈，你们小声一点，丢人。哎呀，陆总他不会生气的。你看，他还帮你请了国际上知名的小提琴教授呢。今天你要是能拜师成功，咱们也能名扬国际了呀。就是，这次一定把握住机会啊！你们先过去吧。好嘞。哎，陆。900、1000，没有想到调一次琴就给了我这么多钱。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调小提琴，不过这种事多来几次就好。不行了呀，小美女，咋这么漂亮？这服务员可惜了呀。走啊！妹妹，陪我们哥俩玩玩，我们给你钱。让开呀！让哎，快呀！让开！给钱走呀！开你们！走开！滚！季堂哥，让你看到我这么狼狈的样子。你为了你爸爸的病放下身段，四处奔走，十分努力。我不觉得你很狼狈，反而觉得你很伟大。季堂哥，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这餐厅的工作也是你介绍的吧？这都被你发现了。我跟陆泽闹成这样，全京城的人都不敢帮我，也就只有你能帮我。这卡里有200万，你先拿着用，不要有心理负担，就当是我借给你的。我这不能收，就当是当年棒棒糖的回礼了。季堂哥，我已经卖了房子，手里有一些钱了，而且我现在能工作，也能赚钱。我跟陆泽还没有离婚，我不能让你的名声不好。是因为过够了养人鼻息的日子，所以才不愿意再接受任何好运。阿雪，那个姓陆的究竟都做了什么，才让你这样警惕？那我就先工作去了。阿雪，我会等你重新打开心扉的，毕竟是我先认识你的。陆泽，你
怎么在这儿？你放开我！所以，你是因为他才跟我离婚的？不是，我才离开几天啊，你就空虚成这样，要找人求安慰啊？他是我爸的主治医生，我们只是正常来往，没有关系。是吗？主治医生会无缘无故给你200万，你当我傻？不要！你放开我！我要亲自检查一下。陆泽，你是在外面，你别这样，我求你了，求你了，还不行吗？出去了，会打人了。陆泽，这么多年，你有把我当成人看吗？你为什么就不肯放过我？为什么让我活得这么没有尊严？我对你还不够好吗？我让你住着别墅，享受佣人伺候着，你不就嫌我每个月给你钱给的少了吗？以后每个月我再给你100万，你如果不够了，我再让秦秘书给你加。你也是时候闹够了。你知道我缺钱，你也明白我的窘迫，可你从来都是视若无睹。我住在你的家里，我的灵魂没有出口。你的善待来得太迟了，你到现在都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过不下去。你是指感情吗？啊，秋勋，你别忘了当初我们2个人是怎么在一起的。当初你处心积虑的想要跟我结婚，现在又处心积虑的想要离开。你是觉得我陆家的大门可以随便进出，还是觉得我陆泽的脾气好，你可以随便摆布啊？我跟你解释过很多次，你从来都不相信，那你就继续恨吧。我跟你道歉，当年我不知轻重的喜欢上了你，以后不会了。好聚好散。离婚夫妻哪有什么好聚好散？在我这儿，只有鱼死网破。什么意思？乔勋怎么来了？拜师宴马上召开，你不是连小提琴都抢着要拉吗？那就在这儿好好拉，好好给小小庆祝一下。陆泽，你非要这么对我吗？你不是喜欢工作，爱出风头，想要体验生活吗？我如你所愿，让你体验个够。够了吧，陆总？拜师宴这么隆重的事情，他上来出风头，魏教授会不高兴的。魏教授还没来，没关系，他爱出风头就让他出，否则别说是一份工作，我敢担保，全京城没有一家医院敢收留你的父亲，更没有一个律师敢收留你哥的案件。我要救爸爸，我要救哥哥，绝对不能让他拉琴，否则我顶替的事情就要被拆穿了。那个女婿啊，我看他身体不舒服，还是让他先回去休息。秋雪，只要你低头，只要你向我低1次头，看样子你是真喜欢伺候人。今天你是主角，好好享受。也对，机会难得，他都失忆3年，根本不会拉琴。那个陆总，来敬你。老师，有艾拉消息了吗？还没有。看来只能把希望寄回陆总身上了。这是艾拉。
哎呀！他怎么可能会拉琴？你什么时候会拉小提琴的？你怎么知道这首曲子？你怎么会弹这首曲子？说！我不知道，我的手好像有思想，手一搭上去就能拉动那些音符。我的头好痛，头好痛！你放开我，陆子。乔轩，这首曲子对我的意义非同凡响，你怎么能什么都不知道啊？小心！乔轩，乔轩！哎，陆总，您就别问了，那乔勋啊，肯定是嫉妒我女儿会拉小提琴，偷偷摸摸学了。偷学的？没错，从来没听说过他会拉小提琴，一定是个学人精，不要脸。可刚才他拉琴的时候，我脑海里为什么会有熟悉的感觉？陆总，我看乔小姐好像很不舒服，要不让助理先送她去医院吧？陆总，魏教授马上就到了。来人！陆总，送他到婆家，叫私人医生检查一下。好，太太这边走。哎，怎么音乐停了？老师，您听错了吧？不会听错，艾拉是我一手教出来的，她的风格鲜明，能力出群，没有人能够模仿得出来。刚才拉琴的肯定是他。哎，等等！哎，等等！老师，里面还在拉曲子，咱们赶紧进去看看吧。哦。林爱师兄，我耳朵是不是听错了？你没听错，欧亚招渣男未听啊。他手里那把琴，就是你师姐当年在学院那把琴，但这琴声怎么？是不是我刚才太想念你师姐？我听错了。陆总，当年我用这首曲子唤醒了你，不过乔小姐不知道去哪里打听了这首曲子，想要学了模仿我，不过她怎么模仿都没有用，因为我知道陆总肯定不会认错我的。是啊，我在乱想什么？3年前醒来，我身边只有白小小稳着，救我的人除了他，还能有谁？陆总，魏教授，久闻大名。难得我刚才超声发挥，要是魏教授真的能收下我，我就能成为享誉全球的小提琴家，到时候也能配得上陆总。魏教授，我刚刚拉的曲子您喜欢吗？现在世上被西洋乐充斥，古典乐很难做呀。说起来，我以前有个很得意的古典乐弟子，他如果还要在的话，那就好了。不是在聊我吗？怎么提起您弟子啊？魏教授说的我很感兴趣，请您继续。我这个弟子是被国家秘密培养的小提琴天才，只不过天妒宏远，3年前意外失踪，至今没有下落，也不知道如今过得好不好，有没有结婚嫁人。您说的这个人，该不会就是我那个失踪的弟子艾拉，希望她还没结婚。这女人要是嫁错人呐，这辈子会流很多眼泪的。你为什么就不肯放过我？为什么让我活得这么没有尊严？魏教授对古典乐的坚持和对学生的爱护，令人感动。魏教授，这2000万是我们陆总对古典乐的小小支持。
拉的难听，长得还不好看。老师，您真的要收那白小小为学生吗？哎呀，钱难挣，事难吃。如今之计呢，得靠陆泽才能把艾拉找回来。不过，这事关国家小提琴界的颜面，也不能那么容易妥协。所以我想再收个弟子，等到1个月后正式拜师宴的时候，将其与白小小一并推出。白小小应该会知难而退。有道理。最近你们2个好好给我留意着，看看这里有没有合适的小提琴手。是，老师。走吧。秦秘书，魏教授他不肯收我，为什么陆总还要你给他钱？你懂个屁！白小姐，魏教授是真正的大师，他是不会初次见面就自降身份收了您的。这2000万呢，是敲门砖，是投石路，您得耐心点。我拉的不好吗？陆总，时间不早了，秦秘书，派人送他们回去。哎，陆总，你去哪儿？这女人要是嫁错人呐，这辈子会流很多眼泪的。陆太太的位置，不是你自己求来的吗？陆总，导演你都生病了，还有力气骂我？陆总特意赶回来看他，他却不知好歹。哼，难怪被陆总嫌弃。陆总，太太也太不把您放在眼里。我说错什么了吗？您怎么这样看着我？秦秘书，下个月去加拿大的分公司工作。你越界了。陆总，您误会了，我并没有要插手您和太太感情的意思。其实我有男朋友了。那我很期待收到秦秘书的结婚请帖。他看出了我的心思，可他甚至连我喜欢他都不允许。陆总，是因为您爱太太吗？谁告诉你我爱她的？陆氏集团需要一个撑得起台面的陆太太。只要我不打算离婚，她就必须做好这个陆太太。她没资格离开我。派人24小时守着，花钱雇你来干什么吃的？知道了。还有那个贺继堂，想办法找人去医院把他外派出去，别整天缠着别人太太。您说您不爱他，可我怎么觉得他在您心里比您想的更重要呢？我又拿到了大赛今天这首曲子，喜不喜欢？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，我都喜欢。怎么又是这个梦？这是陆泽讲，他把我带回来了。阿雪，这都2天了，怎么还不回来？我竟然昏睡了1天1夜。沈爷，我昨天晚上工作太晚了，就在朋友家借住了一下。阿雪，辛苦你了，是我们拖累你了。沈姨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们一家人就应该互相扶持，不是吗？哦，对了，沈姨，我有一件事想问你。我以前会小提琴吗？拉琴的感觉还是那么的熟悉，熟悉到我仿佛已经演奏过无数次。以前你爸妈离婚的时候，你妈直接把你带到国外定居了。
你爸虽然给你生活费和教育费，但从来不插手你妈对你的教育。但是我听说，你妈以前很喜欢拉小提琴，也许耳濡目染。想跑，也要把身体养好，才有力气跟我对抗。陆泽，你既然这么担心我给你戴绿帽，你为什么还要带我回来？你不怕弄脏你的床吗？说话夹枪带棒的，看来你的伤势没有大碍。乔轩，你身为陆太太，有义务跟别的男人保持距离。我跟贺医生只是正常来往，况且陆泽，我只是嫁给你，我不是卖给你。你看不惯我跟别的男人扯上关系，自己却跟白小小不清不楚。你既然那么在意他，不如娶了她跟我离婚。好，我们各自解脱。解脱？你就这么想离开我？那你为什么故意学白小小拉小提琴，引起我的注意？我学他，不然呢？不然你怎么连什么时候会拉小提琴都不知道？行，你就当我学他好了。可是我现在后悔了，你对我已经不重要。乔轩，为了气我，你还真什么话都说得出来。你觉得你离开我之后能干什么？你能找到工作吗？去酒店给别人端盘子，一天能挣多少钱？原来是你！我说那些工作拒绝我，拒绝的理由都那么敷衍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干的。乔轩，回来当好你的陆太太，就什么事都没有了。你不要！是吗？身体是骗不了人的。这3年来，你的每一寸肌肤我都亲过，每一个地方我都记得。离开我，谁能像我这样吻你？谁能给你做那种事情？乔轩，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这个样子有多狗人？如果是以前，他难得这么温柔，或许我已经沉迷了。但现在我只觉得可悲，我竟然在这种有性无爱的婚姻里蹉跎了3年。陆总，你如果实在想要，其实可以找白小小解决的。以前绝不可能说这种话的。乔轩，你现在倒是大度啊！
是，因为你从来没有尊重过我，你逼我给白小小表演，还侮辱我跟别的男人有染，现在还拿我的身体来羞辱我，这只会证明我不会再回到你的身边，继续这种麻木的生活。这么晚谁给你发消息？昨夜的月色真美。成年人只有给自己的爱慕对象才会忍不住分享美景。陆太太魅力不小啊，还说跟她没关系。还给我！发展到哪步了？没有。他有吻过你吗？陆泽，是你跟白小小不清不楚，你非要说我跟别的男人纠缠不清。你解释很多次了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我心里怎么这么难受？陆总，白小姐腿疼得厉害，说想见你。陆总，白小姐说想见你。我说过很多次，白小小腿疼就去找医生，我又不会治病。是，但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关于旭日集团的白衣项目。我还有点急事要处理，你先睡吧。陆总，你不是问我为什么要跟你离婚吗？你为了白小小一次一次深夜里丢下我的时候，我看到你跟别的女人翻云覆雨，以前我会彻夜难眠，可现在我完全不在意。你知不知道，旭日集团的项目关系到整个集团后半年的发展方向，你们居然搞砸了！可我真的已经做得很好了，李太太宴会召开在即，我们还特意去帮忙。可李太太态度十分傲慢，看不起人，没2个小时就把我们轰出来了。废话！李太太什么身份啊？你什么身份啊？需要她看得起你？陆总，李太太说想要项目继续，她要见太太。乔勋，告诉李太太，明年宴会我会带她过去。可乔欣只是一个全职太太，她对那个项目一点都不了解，也不懂得怎么做生意。我都被赶出来了，她怎么可能帮得到你啊？但她了解李太太。还有，秦秘书，我是在通知你，不是商量。陆总，果然乔勋对你来说才是不一样的。先生，太太昨晚就走了，我也不知道她去哪儿了。什么？不是需要钱吗？小军，陪我参加个晚宴，20万怎么样？听着。好的，陆总。他该不会还在这儿吧？他的琴技居然这么厉害！过去3年，我不在意他，也无从了解他，却没想到他原来有这么光芒四射的一面。
师兄，她的风格怎么跟咱魏教授那么像啊？这个女孩不一般，我一定要把她介绍给老师。明白。哎呦啊！陆总，那不是咱死对头公司的黎少吗？居然他都对太太……这位美丽小姐，你的琴声实在令人如痴如醉，不知道是否能有些认识你啊？我还有事。哎，别走，我是真想认识你，乔小姐，乔小姐。他人呢？人呢？陆泽，这是女更衣室，你声音这么大，我怕把人引过来。陆泽，我不欠你的，我只是想好好做一份工作，你非要这样缠着我吗？工作却引来那么多男人，刚走一个贺济堂，现在又来一个身价100亿的林瑞，你还真是红颜祸水啊！换一份工作，我给你安排。陆泽，你有把我当成一个人吗？还是你的附属品？你明明已经不爱我了，只是占有欲在作祟。我这份工作挺好的，不需要你安排。我给你什么你都不要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陆太太这么倔？陆泽，我看到你给我发的短信了，你是要让我帮你做什么？李太太很喜欢你，她希望明天的晚宴你能帮她策划一下，制成之后20万。你在餐厅拉1年的小提琴，也不一定能赚到这么多。你给白小小放烟花，应该至少100万吧，却对我如此积极。旭日集团的项目我已经打听过了，价值100亿，你就给我20万，我要200万。这么多，你不怕支撑了？跟陆总待了这么久，傻子也变精了，200万1分都不能少。那如果事情没成呢？那就说明陆总的能力不足。看来这个项目我一定要拿下了，否则我的陆太太该觉得我没有能力了。谈事就谈事，不要耍流氓。200万先转了。好。想不到我的陆太太不仅光芒四射的会拉一手好琴，而且现在还会谈判了。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的样子有多诱人？又来？怎么？白潇潇昨天没有满足你吗？陆总竟然憋成这样。昨天晚上我跟白潇潇其实什么都没说。不用跟我解释，我还有事要忙。哎，这是在吃醋。小轩，你也学会口是心非了。200万，爸爸的后续治疗有救了。这还是我第一次与虎磨皮，从陆泽身上刮下肉来。乔轩，你总会成功的。离开他只会越来越好。
怎么样，很满意吗？很好。看样子，陆太太的任务完成的很不错。不就是布置个场地吗？明明跟我做的差不多。我上次放的还是莫奈大师的画呢，太太放的这几幅，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小众画家。看来你不知道，早年李总的名声不好，他的情人最喜欢的就是莫奈，这是李太太最忌讳的。什么？还有茶歇用的桌子，贵妇们喝茶时都是用的矮脚桌，只有佣人休息的时候才会用高脚桌。我那是为了……更离谱的是，李太太的孩子对红豆过敏，你却让李太太高兴聘请的大师把所有点心里面都加了红豆馅，就因为陆泽爱吃。你太过于想表现自己，你忘了这是李太太的宴会，并非陆家的。太太教训的是，我先去趟卫生间。你们女人很讲究这个。这是李太太的宴会，自然以她为重。乔家虽然落寞，但以前也算是豪门。陆太太什么时候学会了家庭主妇的本事？因为先生有很严重的胃病，疼起来根本没办法。丽莎，我来照顾他吧。小火煮1个小时，然后再放入百合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味道会不会很奇怪啊？我刚才不小心烫的，不碍事的，你别担心。你说的没错，陆总。3年前我是十指不沾阳春水，为了照顾你，我学了做饭、洗衣、照顾你。不过这些都已经过去了，你知不知道都不重要。慢慢就会了。是吗？我以前怎么没发现我的陆太太这么能干？陆太太，大家都很喜欢今天的宴会布置，我说都是你的功劳。他们啊也想跟你谈谈相关的话题，乐意支持。她很美吧？是。多年前，我们老李在外边有了别的女人，上流圈子的人啊，都在暗地里嘲笑我过得很压抑。直到我遇到了乔勋，5岁的他跟在哥哥的身后啊，可爱得很，给我跳芭蕾，哄我开心。我过得最艰难的时候，是小小的他拉了我一把。我看着他长大、成人、结婚，深知他有多么的善良美好。只要陆总好好待他，旭日集团项目，我自然会帮。多谢李太太。项目稳了，为什么我却没有想象中那么开心？小轩，你不想做陆太太，是因为觉得压抑吗？李太太把婚姻当作战场，如今地位稳如泰山，可你却连我也不想要了。就送到这儿吧，谢谢。这个项目应该是稳了。陆太太，我该好好谢谢你了。陆总，我记得你向来公私分明，这200万
可不包括睡觉的费用。行吧，今天晚上没怎么吃饱，陆太太给我煮碗面吧，好不好？不方便。10万块钱一晚的。20万。好，吃完就回去。臭男人，就会拿我缺钱来威胁你。我爸住院了，沈姨去照顾我爸，这是临时租的房子。你就住这儿啊？住这儿怎么了？肯定比不上陆家的别墅。你要是待不惯，就赶紧走。小雪，宁愿舍弃陆家的锦衣玉食，住在这种老旧的楼房，你就这么不想回到我身边吗？陆泽，陆泽，你不是说好吃面的吗？出尔反尔。小雪，跟我回去吧，好不好？不会跟你回去的。你拒绝我。陆泽，我们不能做那种事情，我们已经要离婚了，别让我恨你。行了，别等我一会儿火上来了，更不好说话了。以前他也不是没像这样拒绝过，我从没心软。可是今天看着他委屈的眼睛，我却没心思做了。陆泽，我买了一套情侣睡衣，你看看喜不喜欢？我给你做了新口味的三明治，你尝尝。陆泽，最近有新电影要上了，我们去看电影好不好？陆泽，不喜欢你，不喜欢了。你再说，信不信把你闷死？以前明明是你天天陆泽追在我身后，如今说不喜欢就不喜欢，你还真够狠心的。乔勋不就是个没用家庭主妇吗？他为什么会拉起？为什么会成为全场的焦点？为什么他能让陆总对他露出那种失控的表情？他不是根本不爱他吗？乔勋，有些东西我得不到，你也别想得到。乔勋这个贱人，果然是欲擒故纵。既然要离婚，那就该彻彻底底的消失，永远都别回来啊！小小啊，你也别激动了。这陆总知道你腿难受，立马给你请了国际上的专业团队，可见他是在乎你的。等你拜了魏教授为师，到时候你的身价水涨船高，那个时候你就真正能配得上陆总了。也对，陆总是在乎我的，不过乔勋嘛，也不能放任不管。小小，你该不会是想，既然他不肯走，那我就逼他一把。阿勋，你爸爸可能要不行。什么？是你呀？发生什么事了？阿勋，今早你爸还好好的，
我觉得他好久没有好好吃饭了，就回家给他炖了点鸡汤。我就2个小时没在他身边，他就突然从病床上摔下来骨折了。什么？你爸本来身体就不好，加上骨折就很难治了，偏偏霍医生又被公派外出。阿星，是我没有照顾好你爸，对不起。沈姨，这事不能怪你。好巧啊，陆太太，这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吗？有什么事情可以和我说呀？或许我可以帮到你们呢。又是你，你来做什么？看笑话的吗？白小姐，我跟你说过了，明分这个事情，你去找那个花心的男人，找我没有用。我现在还有事，没时间搭理你。乔轩，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是那么傲娇目中无人。当年怎么就没把你和你妈一起撞死算了？陆太太，别急啊。其实我是专门来找你的。上次的事情我确实办得不太妥当，一直想跟你道歉来着。不过这陆总他心疼我，不让我出门，让我在家好好休息，生怕我磕着碰着。你就是来跟我说这些的。我知道你不高兴，不过陆总不仅对我好，对我爸妈也好。我爸那名下的5套别墅都是他送的，更是每个月呢打300万的零花钱到我妈的账上。不过我听说你每个月是不是只有10万块啊？而且还要低声下气的找秦秘书申请是吧？白小姐，你的意思是，你自己当小三，以父母不以你为耻，却想鸡犬升天是吗？我好心来帮你，你不识好歹就算了。你帮我？你应该也听说了吧？陆总呢，为了给我治腿，从国外给我请了顶尖的医疗团队。我身后这批专家呢，放眼国际，那可都是医学翘楚。如果你乖乖听我的，我可以顺便让他们给你父亲看看病。阿俊，别信他的，他哪有那么好心？我是无所谓啊。不过那手术室里的老头可就等不了了。我身后呢可都是顶尖的骨科医生，你们想清楚。我爸是心脏病住院，病历还没有更新，你怎么知道他骨折了？又是你这个贱人害的，是不是？今天医生刚刚检查出骨折，就直接推进了手术室。这个事情只有我和哈森知道，你又是怎么知道的？除非是你太太，是你做的啊！我没有，你滚开！你害了我老公还想走，你给我解释清楚！我的腿！住手！陆总救我！他们上次砸伤我就算了，这次还推我，我看他们是想将我死。我没有，我就是想让他解释清楚。够了。白小姐上周刚做完手术，现在突然摔伤，可能会有什么是裂开的迹象。我好痛啊，陆总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送去病房，把全市最好的医生全都叫来。陆总，等等，他终于要服软了。你能不能给我爸爸留一个医生？你把我叫住，就是为了说这个？我爸今天早上莫名其妙的骨折，送进了手术室，而且这件事情对外都不知道，我不知道白小小怎么知道这个事的。所以你怀疑白小小？你有证据？没有，但这事跟他脱不了干系。所以你仅凭猜测就伤害一个残疾人，凭什么觉得会把医生借给你？我这几个医生我一个都不会借给你，除非让你的继母去小小的病床旁边跪着，跪到她平安无事为止。什么？陆总，乔轩，你明明只要服个软，
什么要求我都会答应。你为什么非要这么犟？陆泽，结婚3年，我以为你至少清楚我是什么样的人，现在看来，是我太自以为是了。林心，我好像又给你闯祸了。不怪你沈一，他们是冲我来的，爸爸也是被我连累的。陆泽不肯放过我，所以白小小是我危言注定，是我连累了你。你别哭，沈一大不了豁出去，不就是跪吗？跪就跪。沈一，陆泽不是让你跪，他是想让我跪，去哄白小小开心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明明只是想离开他，好好的活着，好好照顾家人，却始终不肯放过我？算了，沈一，我去跪，只要爸爸的病能好就行。我回来了，你爸爸的手术让我来做。跪到他平安无事为止。陆总，难道刚才的话说重了？陆总，这是骨科领域的专家陈教授，给您请来了，他最擅长骨折手术。病人在里面是吧？不是这个病人，你跟我来。怪不得不求我帮忙，原来是已经有靠山了。那个贺鸡汤就那么好，就算你不喜欢我，也别想喜欢别人。用不了多长时间，你会回来求我。放心吧，手术很成功。鸡汤哥，听说你被外派出去了，你这突然回来，会不会受处分啊？别小看我，我可是医院请来的人才。倒是你父亲骨折蹊跷，而且对着他病房的监控也正好坏了。是白小小在警告我。小雪，我没有想到你这段婚姻会这么不开心。如果可以，我希望这辈子都没有碰到过陆泽，更不要嫁给他。不过没关系，这一切都要结束了。如果你有需要，尽管开口。哦，对了，如果没猜错的话，生日快乐。谢谢。小薰，我知道你以为我在客气，但是不是。如果可以，我希望说出来可能会吓到你。谢谢你，鸡汤哥，你对我这么好，但是我不能拖累你。放开我！你们做什么？曹小姐是吗？有陆先生告你继母故意伤害，证据确凿，我们正要送他去警局拘留。乔军，我的忍耐是有限的，已婚夫妻哪有什么好聚好散？在我这儿，只有鱼死网破。他最近难得的温柔，让我差点忘了，他骨子里一直是一个凉薄不近人情的人。叫我回去不成，竟然抓了沈怡。陆泽，你是要逼死我吗？陆泽呢？陆总还在开会，太太在这稍等吧。可我跟太太商量点要事，吩咐下去，后面不论来谁，我都不接待。是。又来了，人前夫妻和谐，扮演着温柔体贴的丈夫角色。实际上，我这个陆太太从来只是他的挂子，甚至连我的亲人都被他拿来当做对付我的武器。小军，我说过你会来求我。想谈什么？陆泽，你应该比谁都清楚我为什么来找你。
你已经晾了我1天了，你到底怎么才能放过沈怡？看来上次给你的教训，还是没让你知道自己错在哪儿。我跟贺医生什么事都没有。乔军，身为陆太太，跟别的男人保持距离，是你的义务。你违规了，就该受点惩罚。那你到底怎么才能放过沈怡？我是一个合格的商人，亏本的买卖我不做。况且你是来求人的，就应该有个求人的态度，不是吗？那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想要什么，你很清楚。陆总昨天晚上想要我没给，怎么？我现在愿意了，你不敢了？你想用身体换你继母的自由，你宁愿在这种地方跟一个男人苟且，也不愿意回去做你体面的陆太太。是。乔轩，我只想让你回来。你既然如此忤逆我，看样子我还是对你太好，才让你这么不知足。陆泽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我不爱你了，不爱了。不爱我，你要爱谁？喝几糖吗？为了气我，你真是什么话都说得出口啊！好，既然你想知道我为什么不敢放过你，我告诉你答案。你不是想睡觉吗？正好有地方，我一直想回去试试。哭吧，求饶吧，乔勋，我陆泽想要的东西还没有得不到的。3年前，你就是推开了这扇房门，跟我发生了关系。你一直坚持，你推开的是1116房间门，但监控拍得清清楚楚，你推开的是111。阿勋，你醉了？哥哥给你点了间套房，1116。111。怎么会是1115？你蓄意打开房间门，第二天找来了媒体记者，拍下了我们的艳遇，逼得我不得不跟你结婚。不是这样的。恭喜你，成功了。陆太太这个身份会跟着你到老到死，我们之间没有离婚，只有丧偶。还记得这个床吗？要不要我帮你回忆的再清楚一些？陆泽，不要这样羞辱我，能不能别在今天？你放开！放开！你放开我！哭什么？3年前你不是很心甘情愿吗？原来这3年，在他眼里我就是这样的心机女，顶着陆太太的名号，却像是廉价的妓女。可要不是3年前我走错了房间，根本不会有这样一场荒唐。到现在，已经不止怨他，是怨自己。陆太太，
你要谋杀亲夫？你要是说了声，整个青城的医院都不敢接待我爸，我哥也会坐牢，我怎么敢伤了你？我跟你说过了，当年不是我故意闯到你房间，你怎么才能相信？看来你怎么都不会相信。3年了，你恨了我3年，我走出来你都要纠缠我，看来你这辈子是不会放过我。那我赎罪可以吗？赎我当年走错了房间，当上了陆太太，赎我来生。小雪，你要干什么？多么希望回到3年前，我恨不得自己从未进过那扇门，更恨不得自己从未认识你，从未认识你。你疯了！我没疯，我再也不会当那个毫无尊严的陆太太，我也不希望沈毅因为我牢底坐穿。张公不够的话，我会设错。你继母今天晚上回家。小轩，小轩，来人，叫救护车，快！陆太太因为失血过多，经过抢救已经脱险，但是她对求生的欲望不是很强。看她这副模样，这里怎么这么疼？小雪，在我身边，你痛苦到不想活了吗？你醒了？陆总，陆太太的精神状态不是很好。她竟然这么胖啊！我先出去。我沈姨呢？她已经回家了。毕竟我再不撤诉，就要丧我。陆总，我们离婚吧，我们离婚吧，我们离婚吧。我不想再做陆太太了，我们之间就没有感情，为什么要这样继续下去呢？李刚醒，先休息一下，晚点再来。喂，沈姨，你还好吗？我在工作呢，没事，你放心吧。以前那么怕他，这次伤成这样，却没掉一滴眼泪。乔轩，你是真的要离开我吗？先生，太太还是没回来吗？今天可是重要的日子。他多久没回来了？回先生，半个月了。都半个月了，难怪这别墅。
别人把东西全带走了。这是3年前的车祸让我失去了10多年的记忆。为了不让爸爸、沈姨他们担心，我装作很轻松的样子。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多么不安。我的人生成了一张白纸，没有任何的色彩。直到遇见陆泽，我经常会有错觉，我跟陆泽似乎认识了很多年。我不知不觉被他吸引，心脏也随着他的喜怒而跳动。今天举办了婚礼，我和陆泽正式成了夫妻，这是我最幸福的一天。陆泽胃不好，正好我擅长照顾人，我一定做好他的陆太太。这次他出差回来还给我带了礼物，虽然说是随手买的，但我觉得他应该是有点喜欢我。阿泽，小女人心性。今天出大事了，我家破产，哥哥也卷入了经济案件。喂，陆泽，是我。又要钱？是。除了钱，你嘴里面就说不出别的话来。我说过很多次，这种事情找秦秘书就好。这段感情我爱得好累好累，我已经不想再喜欢他了。原来就是那天，他不喜欢我了。奶奶，阿泽，什么时候带小旭回来玩啊？今天是他生日，帮我跟他说声生日快乐。今天是他生日。是啊，你怎么连这都不记得？难怪管家跟我说今天是很重要的日子。能不能别在今天？难怪他说至少别在今天。可我去，放开！你放开我！我们离婚吧，我不想再做陆太太了。世界上女人那么多，我也没必要因为3年前那点事情，一时把你绑在我身边。既然是你想要的，我成全。张律师，草拟一份离婚协议。陆总，协议已经按照你的吩咐写好了，一套公寓，200万现金。你确定？你想说，陆家在京城数1数2，如果这件事情被人知道了，会被笑话。我肯给他自由，已经仁至义尽了。阿勋，生日快乐！这个生日一点都不快乐。你的手，是不是陆泽又对你做什么了？没事，只是一点小误会。季堂哥，你千万不要告诉我爸还有沈姨。你自己都这样了，还在担心别人？父母在，人上有来处，他们是我最重要的人。你妈死了就死了，你个私生子也敢来陆家，滚出去！阿勋，你真的很好很好，虽然不想和陆家再扯上关系，但如果是为了保护你，我也不是不能争一争。只是被记住生日都能这么高兴，果然跟我提离婚是为了他。这么害怕我，却对别的男人笑得那么开心，你就这么喜欢何其堂？陆泽，你在说什么？我没有。没有，没有，那你紧张什么？为了那个男人，亲都不让亲了啊！
陆泽，我们之间没了感情，连信任也没了吗？小雪，我本来是给你送离婚协议的，但是就在刚才，我突然改变主意，不想放过手。苦果亦是果，小雪，你这辈子除了在我身边，哪儿都别想去。跟自由擦肩而过的感觉怎么样啊？陆泽，你明明给了我希望，你为什么要当着我的面去撕碎它？你觉得人心是这样可以嘲笑玩弄的吗？我只要跟你离婚，我什么都可以不要。可是我不想离婚，小雪，我得不到的东西，贺继堂也休想得到。更何况，我们的婚姻是陆氏集团的门面，我暂时还不想还这个陆太太。原来，在你这里我只是一个附属品，因为你一时的占有欲，你就要控制我的人生吗？这个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是有价码的，如果暂时没有，那就是价码没谈完。小雪，我们来谈谈吧。你最关心的，不就是你父亲的病，还有你哥哥的自由吗？只要你回来，我都帮你。还是说你要拒绝，眼睁睁地看着你哥在监狱里边坐10年牢？多么可悲可笑！之前我那么求他，他不屑一顾；现在我要走了，他又非得将我绑在身边。看来陆太太已经有答案了。我要最好的医疗团队，还要给我哥找最好的律师。好，我要出去工作，我不要在秦秘书那里拿钱，我还要公司2%的股份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现实了？陆总的筹码也包括我对白小小的妆容做眼不识吗？陆太太也学会谈判了。陆泽，你不跟我离婚，不就是担心我谈恋爱跟别人睡觉？陆总的自尊心值这个价，而且你给小情人那么多，也不会给妻子少。以后不许再见贺继堂，也不许再去格利亚餐厅，否则我不敢保证我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。好，乔勋，既然逃不开，那就反过来利用这段关系，各取所需吧。等爸爸病好，等哥哥出狱，早晚我会彻彻底底的离开。阿勋，这种私人医院很费钱的，你老实告诉阿姨，你不会。阿姨，我决定回到陆泽身边了。这段日子受了很多苦，我发现还是当陆太太比较舒服。难为你们跟我一起吃苦了。就别骗阿姨了，明明是我和你爸还有哥哥拖累了你。放心吧，沈姨，我这次一定会照顾好自己的。乔勋，陆总说等医院的事结束后就可以回陆宅了，走吧。秦秘书，以后你叫我陆太太。你算什么？是陆太太。乔勋怎么跟以前有点不一样啊？这么冰的。
我终于还是回来了这个地方。欢迎太太回家。但这次不是因为爱，爱陆泽，是世界上最没有意义的事。这次我只是陆太太。陆太太，过来。李婶做的醉蟹，看样子还不错。我还开了一瓶你喜欢的红酒。3年夫妻，我又怎么会不知道？他费尽心思逼我回来，此刻志得意满，想吃的绝对不是醉蟹和红酒。陆泽，你我之间不必这样。不必怎样？我们之间没有爱，就不必演戏，各取所需就好。这么乖巧可爱，不愧是我的陆太太。抱一抱，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，好不好？怎么了？刚才没有措施，吃颗药。老公，你看这2个颜色哪个好看？怎么会有小孩子的鞋？妈妈跟奶奶一直催我要小孩，我回来的路上看到了这个鞋子，觉得很好看，就买下来了。想着以后兴许能用上。我不打算跟你要孩子。他以前明明那么期待孩子，现在却主动这样。别吃了，不好意思2次没吃。以防万一，还是吃吧。明明是我让他吃的，为什么现在他这么顺从，我却高兴不起来？小轩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要去哪儿？小轩，小轩！怎么会做这种梦？小轩，小轩，他爱我这么多年，既然答应回来，不会轻易走的，我没什么好担心。怎么不叫醒我？你工作太累了，我想让你多休息一会儿。我陪你吃。李嫂，不用了，我已经吃饱了。你的婚戒呢？陆泽，戒指不能乱扔。你以前不是最珍惜这个戒指的吗？怎么不戴了？婚戒太珍贵了，我怕弄丢，所以放到首饰盒里。撒谎！你以前怎么不把弄丢啊？陆泽，人是会变的。所以陆太太也变了，打算这么一直跟我冷淡的生活下去。陆泽，我们说好的不谈感情，我只需要做好陆太太就可以了。谢谢你给我爸安排的医院，
但不要忘了我哥的律师。我等你的好消息。月光无论怎样苍白，心声早已习惯拥戴。太太，男人喜欢女人顺从，你就依着一些，日子便好过一些啊。我以前那么顺从他，日子也不见得多好过，倒不如痛痛快快的做自己，攒够立身之本，彻底离开。他说的没错，我明明让他回来就好，可他现在不缠我了，我为什么不爽？阿泽，你疯了！你竟然把陆氏集团2%的股份给了乔勋！您消息这么灵通啊？你知不知道，2%的股份够他们全家赚10辈子的了？乔勋，你给我过来！我以前还真是小瞧你了，好大的胃口！先回房间。股份只是在他名下，他除了拿分红，没办法赚卖。那也不能便宜他。陆泽，你根本就不喜欢他，你不过是怕他顶着钱陆太太的名号跟别的男人在一起罢了。从小你就这样，自己用过的东西，哪怕是毁了，也不看看别人。原来在他眼里，只是个东西，没有什么好在意的。乔勋，反正你也不打算再爱他了，那就各取所需吧。当年爸出轨，你为了赶走那对母子，下了狠手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我跟您学的。你简直是疯了你！乔勋，你是这个世界上最适合做陆太太的，除了我，谁都没资格指责你。季堂哥说的就是这儿吧？来，第一位。你好，可以借我一把小提琴吗？专业小提琴家的琴可都是量身定制，他连琴都没有，还敢来这儿？浑水摸鱼，来错地方了吧？啊，可以是可以。我们为了防止有的人琴坏了，特意准备了备用的，但是质量很普通啊。没关系。下一位。试试。谢谢。谢谢。下一位。师兄不错哎。谢谢。下一位。我可是京城数一数二的小提琴奇才，去年还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办过个人演奏会呢。你们竟然把我刷了！谢谢。他可是我们当中最强的了，居然连他都被刷了。毕竟是魏教授的场，严格也是应该的。不过连这种大佬都被刷了，咱们估计更没戏了。走吧，走吧。哎，你们别走啊！师兄，刚刚人家其实拉的挺不错的。确实不错，但是还不够格。你要是把这种人拉回去啊，你就别怪老师追着你打的时候啊，我不帮你了。哼。唉，也是，老师有过艾拉那种级别的学生，这一般人根本入不了法眼。上次在歌利亚餐厅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合适的，现在又下落不明。师兄，你说那天才随随便便能碰着，那能叫天才吗？唉，确实这样的天才不太好找。哎，还有人，师兄，哎，是他！你到底叫什么名字？我是乔轩。乔轩，快告诉魏教授，咱们终于找到人了。谁是魏教授？你们不是来招聘的吗？啊？你是拉小提琴的，你竟然不知道谁是魏教授？魏无忌，国家小提琴
殿堂级教授，在海外享有极高荣誉。他们竟然要给我介绍这么厉害的人，他的长相怎么有点似曾相识呢？我在招聘现场，却一直没有等到你出现。你还好吗？我怎么感觉你身上有点热？是不是生病了？我头痛是老毛病了，没事的。我刚才走错了招聘场地，但不过运气比较好，我找到新工作了。他们说明天带我参加一个宴会，认识什么魏教授，好像是他们老板。那就好。我听说你回陆家了，过得好吗？以后不许再见贺吉堂，也不许再去格利亚餐厅，否则我不敢保证我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。不能给鸡汤哥带去麻烦。我挺好的，那我先回去了。是陆泽不想让你跟我接触吧？如果是的话，我以后都尽量少出现在你面前，免得给你添麻烦。不过，你还是要去医院看看。见谁了？眼睛这么红。没有，没有就好。我的陆太太果然最乖。陆泽，你眼睛看的究竟是我，还是一只宠物？陆总，倾城回来了，大伙儿都在给他过生日呢，就差你一个了，赶紧来！倾城是陆泽的青梅竹马，从小就爱慕他。那得看我的陆太太愿不愿意放行了。好，被你喂了一嘴狗粮，扶这去喂喂嗓子。不用问了，我就在呢。希望你们玩得开心。他知道倾城喜欢我，以前都会闹的，今天既然大度让我去，怎么又发烧了？你也认识倾城，不如我们一起，顺便给他挑份礼物。好。哎，走一个。哎，陆哥。阿泽哥哥，陆太太怎么也来了？肯定是不放心陆总，非得跟过来人。谁不知道他这些年爱陆总爱的不行？陆总走到哪儿，他就像个跟屁虫一样。京城的这一圈公子哥都是陆泽的朋友，知道陆泽不喜欢我，他们也跟着看不起我。毕竟以前的乔勋只是为了陆泽而活，以后不会了。倾城，生日快乐！我去，他给亲戚送礼物，这还是乔勋吗？他越来越像个完美的陆太太，可我怎么高兴不起来？欲擒故纵，引起阿泽哥哥注意的手段罢了。阿泽哥哥，我们去玩真心话大冒险吧。这把我们玩真心话，瓶子对准谁，谁就得回答喜欢的人是谁。乔勋，管你怎么折腾，阿泽哥哥都不会喜欢你，我这就让你认清现状。哦，怎么对准的是乔勋啊？乔勋有什么好问的？谁不知道他爱陆总啊？散了，我们可不想吃狗粮。喝一个。他们过去也像无数次这样的取笑我、看轻我，但今天我突然不想忍了。没有。什么？我没有喜欢的人。乔勋，你疯了吧？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乔勋，就算你口是心非说这些话，阿泽哥哥也不会高看你一眼的。谁不知道你是个舔狗？当年费尽手段爬上陆太太的位置。你要是不喜欢阿泽哥哥，就给我滚！
把陆太太的位置让出来。让出来？你以为让出来你就能坐上？什么意思啊？你跟阿泽青梅竹马，你应该比我更了解他的随心所欲。他要是喜欢你，早跟你在一起了。你敢嘲笑我？你跟我是一样的，他谁都不爱。你与其爱他，不如好好爱自己。他怎么跟之前不一样了？等等，那阿泽哥哥在乎的人是谁啊？总不会是那个瘸子吧？输给那个瘸子，我还不如输给你呢。陆泽，你别这样，不舒服。没喜欢的人了？嗯？陆泽，我发现我不喜欢你之后，当陆太太也挺容易的。你还真是懂怎么气我。陆泽，你以前不是不喜欢我喜欢你吗？我现在不喜欢你了，不是很好吗？你想要的只是一个花瓶陆太太，我现在回来了，你还在气什么？你到底想要什么？他说的没错，我明明只想让他回来，可他回来了，我为什么还不满足？怎么了？陆总，明晚就是小小的拜师宴，他想买件漂亮点的裙子，结果轮椅不小心翻了。要去哪儿？你去找白潇潇，我自己回家。白潇潇有他父母陪着，都已经这么晚了，为什么让你去啊？老公，你能不能别去啊？以前晚上我去见白潇潇，她都会百般阻拦，可现在她的眼里却没有一点吃醋的意思。她是真的不在乎清茶，甚至连白小小都不介意。我怎么感觉我们的关系好像是老板和下属？你在扮演着陆太太的工作，对我这个老板毫无尊敬。陆泽，是因为我刚才说不喜欢你，你现在觉得丢脸生气，我也可以改口啊，我也可以假装吃醋，保全你的颜面。是吗？他这次回来的确很乖巧，处处配合，面面俱到，完美的像个工具人。可为什么他越是这样，我越是恼火？陆泽，阿泽，恼火的想撕开他的假笑，想要看他求饶，想要他像之前那样笑着叫我的名字，想要他爱我。原来我想要他爱我。也对，没有男人不喜欢漂亮女人，更何况是睡了3年的女人，有一点感情也很正常。你还不走吗？等得久了，白潇潇会着急的。他怎么好像更生气了？你倒是大度啊！你要我回来，我回来了。你不允许我见贺基堂，我也把他拉黑了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想要以前的陆太太。以前的陆太太会吃醋，她会每天跟在我的身后，仔细的照顾我的衣食住行，甚至连我的衣服都要亲自手洗，无微不至。小雪，我以前是讨厌你喜欢我，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好像已经习惯了，所以你可以继续喜欢我。笑什么？你把我当人还是宠物啊？你高兴的时候怕我招之即来，不高兴的时候也不允许我走。
非要让我在你身边卑微的伺候着你，是不是？以前可以，现在为什么不行？因为我傻，我不想像以前那样卑微的活着了。你能不能听懂？你要我说几次？我不爱你了。不喜欢我，就喜欢喝鸡汤。季堂哥有什么关系啊？季堂哥，有的还真是亲密啊！看来我对你还是太好了，才让你这么肆无忌惮。你别忘了，你是用卑劣的手段才成为陆太太，而正是因为那天晚上，我才没看望成白小小，她的腿才瘸的。你要做什么？你不是除了喜欢我，干什么都可以吗？要么跟我去个地方，要么现在认错。宁愿做任何事，都不愿意喜欢我是你，乔轩，我倒要看看你的嘴能硬到什么程度。乔轩，陆总，这个女人的继母伤了我家小小，我们不跟她计较已经很好了，你还把她带来我们家。别急，她今天是来伺候小小。什么？陆总，您这是？从今天开始，她就是小小的贴身护工。乔轩，你说呢？又来了，想用羞辱的方法逼我低头。白小小是陆总的救命恩人，我照顾她是应该的。正好，我正打算喝药，你去给我冲一杯来。这么会照顾人，在哪儿工作都是工作。况且，以前照顾陆总也不轻松。那就好好照顾我的救命恩人。如果有半点差池，互为你10万，互为你10万。陆总，你永远不会懂，身体上的折磨远比不上心里。我可以为了爸爸和哥哥向你低头，但绝对不会再给你机会践踏我的感情。陆总还真的把乔勋送过来当护工了。陆总本来就不喜欢乔勋，他还总惹陆总生气，活该被讨厌。妈以前在乔家当保姆，如今也有反过来的一天。不过你也要收敛一点，要是被他知道你顶替他救命恩人，说什么呢？本来就是他的救命恩人。哎呀，乔妈嘴笨的。对，你就是陆总唯一的救命恩人。哦，对了妈，给我准备一套最好最高级的晚礼服。今晚的拜师宴是我人生最高光的时刻，我要一举拿下魏教授学生的身份，再拿下陆总。放心，交给妈，保证陆总今晚见了你啊，就忍不住。阿星，陆总请来的这个不愧是顶级医疗团队，你爸爸的情况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。只要爸爸和哥哥能够好起来，都是值得的。怎么烧得更烫了？江小姐，魏教授今晚会在希尔顿海滨酒店，你一定要过来。我已经迫不及待要把你介绍给老师了。海滨酒店，可是我现在不方便过去啊。
现在要去海滨酒店，上来伺候。这么巧。整整3年了，不知道他现在究竟过得如何。老师，我们找到一个人非常的优秀，虽然说有几分生疏，看起来就像好几年没练习过似的，但是一旦开始就渐入佳境，登峰造极。反正您肯定会满意的。很少看到你有这么高的评价。他叫什么名字？哦，乔勋。乔勋，这个名字有点耳熟啊。哎，陆总，有消息了？艾拉小姐失踪多年，信息太少，我的人还在努力寻找。哎呀，我这个学生，当年一边学琴，一边不辞辛苦的照顾她生病植物人的男朋友。要知道那个男人把她害成这样，我当年说什么也得阻止他。植物人男朋友，魏教授方便去趟茶室，再多说一些信息吗？好。乔勋服软了吗？看来这些年我对他还是太好了，才让他脾气这么倔，不敢退让半步。那就让他继续留在白家。吩咐白家，别做得太过。好。看见没？那就是陆总的白月光，身上这裙子据说价值1000万，陆总真舍得。不仅对他大方，还给他父母都买了豪宅，全家人啊都有司机保姆伺候呢。这个陆总对你还真是上心啊，这个宴会厅好大呀。不过，妈，真的要让乔勋跟我们一起参加拜师宴吗？当然了，现在大家都以为你是小三儿，你要趁着这个机会让大家知道，陆总对那个乔勋一点都不在乎，他呀也就给你提鞋的份儿。而且我还特地为他准备了一件便宜货，你呀就等着看他的笑话。可是魏教授，哎呀，魏教授压轴出场，在那之前让他滚就行了呀。对。这是谁家小姐？真漂亮！这你都不知道，她呀就是陆总太太。什么？这裙子一看就是便宜货，她连珠宝都没戴，居然这么有气质，把别人精心打扮都比下去了。这里边是小小的必需品，拿好了。我想喝饮料，帮我拿一个过来。传闻陆总疼爱白小姐，今天算是开眼了。让正妻给小三儿当保姆，还真是闻所未闻。我不爱喝橙汁，换一个。这个我也不爱喝，再换。这京城什么时候轮到一个瘸子兴风作浪了？你谁呀你？敢这么说我？连本小姐都不知道是谁，那也不配知道。我是不喜欢你，但你可是乔勋。乔家虽然没落了，你也是堂堂千金，怎么能任凭他欺负？照顾他是我的工作，陆太太也是。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，我输给你就算了，毕竟你漂亮，但不可能是这种上不了台面的东西。你说谁上不了台面？说错了吗？你爸是乔家司机，你妈是乔家保姆，一个保姆司机的女儿想攀龙附凤就能一飞冲天，是我说错了？
乔家没落前，人家好心送你女儿出国留学镀金，你们倒好，一回来就抢人家丈夫。乔家真是养了你们一帮子白眼狼。你别太过分，过分吗？你长得不漂亮，也没能力，出国留学多年就知道抢别人男人。怎么，你大学只教会了你如何当小三吗？也就乔勋脾气好，忍着你。你倒是不知廉耻，还羞人家原配。你给我闭嘴！哎呦，脏东西，放开本小姐！这是不止呢，还有纸尿裤，连内子都憋不住的人，真是笑死个人。我知道了，是你指使他来羞辱我的，是不是？我跟你拼了！魏教授口中艾拉的经历，怎么跟白小小当年照顾我似的？唯一的区别就是3年前出了车祸下了昏迷。等等，车祸？他也出了车祸？这么巧？陆总，陆总，出事了！魏教授，我还有些事情，就先走。老师，大厅那边白小小跟别人闹起来了，这种道德败坏的人，您当真要收他当学生吗？是啊，老师。想找到艾拉，现在只能靠陆泽了。就这样吧，这就是你那个暂不接口乔轩的简历。是。老师，我拿到奖了。老师，我有喜欢的人了，不过他生病了，但我一定会照顾他痊愈的。老师，老师，您那眼睛怎么了？她就是你的师姐，艾拉。什么？放手！哎，想想，陆总，你来的正好。刚才小小想让乔轩帮忙拿饮料，帮忙就算了，还联合外人当众羞辱小小。我看他就想逼死我们家小小。你没有，还说没有？你就是故意的，你故意让包里的东西掉出来，想让我们小小颜面尽失。我女儿是腿脚不好，她带几片尿不湿出来怎么了啊？至于那些内衣，穿衣自由，穿得好看点怎么啦？妈，你别说了。好，妈不说了啊。陆总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们小小都是你的救命恩人。当年你病重在床，是我们小小没日没夜的照顾你，给你拉琴，才有今天。现在居然当众被羞辱，你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。你没什么要解释的。我没有动手，你爱信不信。陆总，你今天要是不护着我们小小，我们小小以后就没脸活了。他们都笑话我，早知道今天是这样，我当初还不如死在那场车祸里算了。我当然清楚，乔勋不会对白小小动手，他良好的家世教育让他不屑做这种事，可他被冤枉也毫不在意的态度，他不在乎我。怎么越来越难受了？得去医院才行。事情还没有解决，哪儿都不能去。你是来照顾白小小的，她的东西你有义务保管，却让她出丑，你得负责到底。我就知道，陆总是站在我这边的。负责？没错，承认这些东西是你的，并且给白小小跪下道歉。你让我给白小小背锅，让我沦为笑柄。陆泽，你在说什么？你知不知道？我以为你是天生冷漠，不懂得怎么爱人，
可是3年了，就算你的心是石头做的，我想我应该也焐热了一点吧。到今天我才知道，根本就是铁石心肠。只有白小小是人，我不是人吗？对，他就是比你重要。秋雪，只要你一句话，只要你跟以前一样向我撒娇服软，让我别管白小小。够了！我什么都没有做，我不会道歉的。你不道歉？是，白小小是你的救命恩人，我又不是，凭什么要我背？家小小还不是被你害的？好，今天如果注定要有一个人身败名裂，那个人也不会是我们小小。跪下，跪下，跪！给我跪！跪下！住手！谁逼杀了他？艾拉，果真是你啊！你说什么？吴总，他就是我托你帮我找的弟子艾拉呀。你说他是艾拉啊？那您刚才跟我说的事情，我这个学生，当年一边学琴，一边不辞辛苦的找到了生病治鬼的那个人。你怎么知道这首曲子？你怎么会弹这首曲子？说！不知道。难怪他会拉那首曲子。难怪。 3年前的车祸让我失去了10多年的记忆，我经常会有错觉。我跟陆泽似乎认识了很多年。原来你就是艾拉。陆总，我好难受。3年前唤醒我的人，真的是你？当然是我。是吧？惨了，这下陆总要知道真相了，再也瞒不过去了。艾拉，教授应该是认错人了，我不叫这个名字。我是你老师魏教授啊，以前在 M 国，你和我学琴，你难道忘了？我是会拉小提琴，只不过我是跟我母亲学的。您认错人了，魏教授。你跟母亲学的？那怎么可能呢？你就是艾拉呀！我有点不舒服，教授。哎，你先松开我。魏教授，我想您一定是搞错了。这个乔轩从来没有出过国，而且他拉小提琴那点三脚猫的功夫，怎么可能比得上艾拉大神？你才三脚猫！我把人放你们白家一天，你们对他干了什么，让他高升成这样？我们也没干什么呀。陆总，他怎么都不记得我？这3年，他到底经历了什么？太太烧的不高，但是太累了，想必是在白家没少干活，没能好好休息。以后白家的款项收紧一点。你醒了？你高烧还没有退，你要去哪儿？白家。去白家干什么？他们折腾你，折腾的还不够惨？陆泽，要不是你把我送去白家，他们也没有机会折腾我，不是吗？小雪，你明知道这不是我的本意，我只想让你回来，回到我的身边。我已经回来了。你人回来了，但你心没有啊！我想要以前那个柔软的陆太太，满眼信心喜欢我的陆太太。喜欢你？陆泽，经历了这么多事情，你为什么还要我喜欢你？
我明明已经有自己的生活了，你偏偏要把我拉回来，给我穿你喜欢的衣服，发型也是你喜欢的黑长直。我乖乖的在家里当你的宠物，这还不够吗？你为什么还要我喜欢你？我是犯贱吗？我让你回来这件事情，你就这么恨我？是你说的任何东西都有价码，感情跟婚姻都可以交换，你为什么还不满足？你到底在我身上想要得到什么？我想你像以前一样爱我。想要爱，你去找白小小，我这没有。原来你也会因为出轨丈夫觉得恶心，我还以为你铁石心肠，什么都不在乎了。陆泽，你也觉得自己很恶心吗？你太太，粥好了。李婶，给先生收拾出一套侧卧。我生病了，就不传染他了。赶我走？不用了，我明天一早的会议，今天晚上就坐飞机走。他竟然不像以前那样问我去哪出差，去几天。先生，等等！太太叫你追过来的。是，太太让您多注意身体，上班的事情慢慢来，不着急。太太都生病了，还不忘关心你，太太可真心疼你啊！心疼？他巴不得我疼，越疼越好，最好永远别回来。这，唉，既然那么在乎夫人，当初为什么一次一次让夫人伤心呢？连个信息都没有，你就这么铁石心肠吗？贺博士，刚刚你的演讲十分精彩，我们还有些不懂的地方。下次吧，有个朋友生病了，我得回去看看。能让贺博士这么上心的，应该不是我的朋友，而是女朋友吧？还不是。贺医生，你不在你的医院待着，跑到这儿来干什么？和陆总一样，受邀而来。贺医生还真是名声远扬啊！我着急离场是回去看我老婆，贺医生也着急离场，不会是觊觎别人的老婆吧？陆总很关心他呀，却把他送给小三做佣人，就连他重病发烧都不知道。这就是你疼爱他的方式吗？就是因为以前没有照顾，所以我才应该回去啊。夫妻吵架，床头吵，床尾和。贺医生，你应该尽早结婚的，就能体验其中的乐趣。乔雪，贺继堂对你好几分，你就被骗得团团转，不就是想被爱吗？我也能给你我想要的东西，从未失去。陆总，他对你来说究竟是人，还是你的所有物？既然你不珍惜，我同意回去。好，乔勋，这次换我来吧，你只能是我。我是你老师魏教授啊，在 M 国，你和我学琴，你难道忘了？那个艾拉，跟我长得像吗？夫人，不好了，白小姐和白夫人来了。乔轩，你还敢出来？这是我家，我为什么不敢出来？就是你，对不对？记恨宴会上的事就找陆总告状，消了我们家的款项。贱人，我跟你没完！白夫人，你搞清楚，我是要跟陆泽离婚，但是婚还没有离，我就是陆家的女主人。
而你的女儿就是小三。且不说陆泽扣了你们的款项，我不知情，就算是我做的，我们夫妻共同财产，我也有权做主。你放开！都是我爸的事情。事发突然，所有的监控都离奇的坏了。乔轩，你无凭无据，放开我妈！我现在是没有证据，但你们齐党我一直没有证据，否则会善罢甘休的。陆太太，求您高抬贵手，我的腿每个月都要吃药看病，你扣了我家的款项，我简直生不如死。关我什么事儿？陆总，陆太太她要逼死我，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白小小登堂入室，你都能这么淡定，陆太太，你真是一点都不在意我。小轩，我们谈谈吧。好，我在客厅等你。太好，我就知道陆总还是在意我的，乔轩死定了。我是不是告诉过你，无论怎么闹都可以，但陆家是我的底线。可是他销了我们家的款项啊！款项是我让销的。你让销的？这是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。李晨，安排车把白小姐、白夫人送去医院，以后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许再把他们放进来。是因为乔勋吗？我说过，陆家是我的底线。送客。陆总，陆总，难道你真的喜欢上他了？先生已经生气了，你们还是赶紧走吧。夫人，刚才老夫人，陆泽呢？刚刚老夫人来了，情况有点不太对劲儿。夫人啊，您还是去看看吧。我这婆婆可不喜欢我，我就不去凑热闹了。既然偷偷背着我，私下里跟那个杂种联系，他怎么对得起我？他怎么能这么做？你冷静点。你除了冷静，不会说别的话了吗？你别用这种眼神看我，你跟你爸一样冷血，亲生母亲哭成这个样子，你都不知道关心。没有人教过我，不是吗？陆文林，你的母亲究竟有什么好的？你出了这个门就别妈妈别哭，还有我陪着你。滚开！要不是怀你耽误了，你爸怎么可能出轨？简直是个灾星！骂我是灾星，把你对父亲的恨转移到我的身上，甚至为了逼他回家，差点把我活活饿死。木仙，你什么时候叫过我爱人？你记性真好，真是个冷血的怪胎。刚才吓到了？没想到他居然是这么长大的，所以他在情感方面才会如此淡薄吗？这个裙子真好看，看来我不在家，陆太太很开心啊。陆泽，我身上来了，还没有整干净。一会儿让李嫂给你熬碗姜汤，注意保暖。没想到陆总还会关心人。你别嘲讽我了，这次回来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。国际金牌律师孟金月，迄今为止都是100%的胜率，他已经接受了委托，给你哥哥辩护。孟金燕，这是真的吗？这么高兴，却不给我这个功臣任何表示。小轩，有件事情我想告诉你，
我从来都没有碰过除了你以外任何的女人。我知道你介意白小小，可是我从来都没有碰过她。我的妻子只有一个。结婚3年，我无数次挽回这段婚姻如果，终于彻底死心。如今，你却说从未碰过旁人。我没有真正的爱过人，也不知道爱人是什么样子。如果我说我不会再去见白小小，小雪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。就算没有身体出轨，也改变不了什么。改变不了吗？是，陆泽，你我之间早都已经走到尽头了。我并非草木，此刻因为他的话，我能感觉我的心在悄悄苏醒。因为，可是3个人的世界太明显。他今天可能心血来潮，明天就可能因为白小小一个电话叮响。你先别着急拒绝我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给我1个月的时间，让我证明我自己。我会让你看到我的真心，让我做一个合格的丈夫。我从不怀疑真心，只是真心瞬息万变。太太，陆总让我来接您。他人呢？这是陆总让我送来的礼券，至于他本人，正在为您准备一个盛大的生日惊喜。他昨天晚上说的那些话，是来真的。我的衣服还有包。太太，您什么都不用带，先生已经安排好了一切，在游艇等您。陆泽，今天举办了婚礼，我和陆泽成为了正式的夫妻，这是我最幸福的日子。陆泽的胃不好，正好我擅长照顾人，我一定会做好他的陆太太。这次他出差回来，还给我带了礼物。陆泽，乔轩，差点失去你之后，我才知道，你对我其实很重要。这3年来，你已经侵入到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。你的存在对于我来说，就像呼吸一样不可或缺。陆泽，我知道我做了很多让你伤心难过的事情，也知道你很难再次相信我。回来做陆太太，也只不过是迫于无奈。我现在已经懂得了很多事情，我希望你回来，我想让你重新喜欢我。你现在在哪儿？别急，上次你的生日没有给你办，这次我给你准备了礼物。那天晚上你哥哥出事，父亲住院，你联系不上我，发现我在给白小小过生日。也就是那天晚上，你不再喜欢我了。都是医疗集团总裁为人学校包下海景餐厅放外卖烟花。乔轩，我一直都在后悔，所以我把这场烟花补给你，我们重新开始吧，好不好？这次你做个真正的纵然心中有1万个理智在提醒我，可是我的
心脏还是不受控制，都掉了一下。虽然我知道很没有出息，但是陆总，这次我能信你。你不用着急回答我，我现在就过去游艇。我想听你亲口告诉我。陆总，我在忙，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。陆总，白小姐她轻生自杀了。什么？而且不小心用错了药，现在陷入了昏迷，危在旦夕。去医院看一眼，再尽快赶回来就行。我自信能掌控一切，不论我做什么，他都会原谅我的，却没想到我的傲慢会让我失去这辈子最后一次留住他的机会。应该是我看错了，陆泽，我爱了你3年，那就再试一次，最后一次。我们家小小以后是要当陆家少奶奶的，这件事情你们要是不给个交代，就等着我的女婿让你们医院倒闭，你们全部都到大街上去要饭。陆总来了，不想小小被骂氧气管，给老子闭嘴！陆总，你可算是来了。昨天你把小小从陆家赶出来，他就闷闷不乐的，到了晚上他就吞了半瓶安眠药，幸好发现及时，送到医院来洗胃。可就是这些不长眼的护士，居然给他用错了药。陆总，我们都是按规定用的药，按道理来说不应该。那跟你们也脱不了关系。对了，陆总，听说你把乔勋的父母也调到这家医院了，没准就是他们干的。他们嫉妒你对小小这么疼爱，这才下的毒手。去调国内顶尖的医疗团队过来看病，另外记得报警。是。报警？药物中毒危及生命，不该报警。该应该的。陆总，小小再怎么说也救过您的命，你看现在他腿瘸了，还要遭这个罪，你一定要想办法救救他呀。嗯。女士，我们要打样了。我朋友应该不来了，不好意思啊，耽误你们了。哎，等等，你去哪儿啊？还没结账呢。他没有付吗？那我自己结吧。太太，您什么都不用带，先生已经安排好了一切，在游艇里等你。女士，现在外面已经很晚了，别的客人早就走光了。我们陪你耗到现在，你该不会没钱结账，想吃霸王餐吧？我没有想吃霸王餐，我就是包忘拿了。那就用手机支付了，现在网络那么发达。可我手机没电了。包没带，手机又没电了，你骗谁呢？我刚才就觉得你不对劲了，原来是故意来吃霸王餐的呀。你说你长得这么漂亮，怎么净干这种事儿啊？不是这样的，陆氏集团的陆总陆泽，你们有印象吗？是他找我过来吃饭的。我是陆太太，要不然你们先把账记到陆氏集团上。你是陆太太？不对吧？陆总的女朋友我们都见过，是个坐轮椅的。上次就是陆总包了整片海滩，给他放了价值足100万的烟花呢。上次烟花也是在这儿放的。没错，人家陆总对他女朋友可好了，别以为你长得漂亮就想碰瓷，人家恩恩爱爱的，根本瞧不上你。吃了霸王餐还大言不惭的碰瓷陆总，真是不嫌丢人。哎，把他送警察局去。走。是这样的。太太，您没事吧？没想到她竟然真是陆太太。那又怎样？她老公找个坐轮椅的都不要她。
先生也太过分了，害你进局子，您受委屈了。陆泽呢？他在医院。太太，陆总，白小姐的情况很复杂，千万别让她受刺激。陆总，医生说你情况差不多了，要好好养一养，别再冲动。陆总，你明知道我有多么喜欢你，为什么一次次要把我推开？我知道我腿脚不好，配不上你。既然你不想管我，那我还不如死了算了。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不会不管你的。真的吗？那你为什么因为乔勋当众指责我，还扣了我家的款项？你还带他去我们去过的海边餐厅。陆总，你是不是爱上他？你是不是爱上他？白小姐的情况很复杂，千万别让她受刺激。没有。那你为什么这么对他？她毕竟是陆家的太太，她的存在可以帮你分担媒体的炮火。我对她越好，她就越离不开我；我对她越好，她就越离不开我。我就知道你心里是有我的。我没有真正的爱过人，也不知道爱人是什么样子。我不会再去见白小小，我会让你看到我的真心。我把这场烟花补给你，我们重新开始吧，好不好？来的路上，我设想了很多可能，以为你发生了意外，才不得不将我丢在餐厅，却没想到你又一次为了白小小弃我不顾，甚至连哄我开心的餐厅也带白小小去过，还这么费尽心思，就是为了拿我跟白小小挡枪。陆泽，在你眼里到底算什么？你所谓的爱和忠诚，贱人，只要你还在一天，陆总的注意力就没办法全在小小的身上。既然你当年没死，今天领人送你走，去死吧！乔轩，去死吧！又拿到了大赛，是什么样子我都行。妈的，差一点！这才是3年前的真相。我真的是爱了。难道我要来陪你了吗？陈轩，陈轩，怎么样了？季堂哥，我好像想起我是谁。陆泽，我真的好喜欢你。开学典礼时，我替新生致辞，怯场忘词，是你替我解了围。从那之后，我就开始喜欢你了。我不管你是谁，你都是我认识的乔轩。不会有事的，我们去医院，走。小轩，终于醒了。我曾无数的以为那只是个梦，但没想到一切都是真的。原来我才是3年前救了陆泽的人。难怪我回国见他，我就觉得特别眼熟。小轩，你恢复的记忆是不是和陆泽有关？我第一次爱上他，就失去了我的妈妈。这一次，
可是连自己的命都差点没了。你说，时间为什么不能倒流？这样子，我就不会认识他，更不会嫁给他了。小轩，你妈妈要是在天上知道你这么痛苦，她会心疼的。他们那么爱我，离婚后独自抚养我长大，我想学琴，他就全力支持我。我的每一次演出，他都会陪着我去。可我却爱死了他，我甚至忘记了他。这不怪你，是你过得太痛苦了。是，他们毁了我的人生，让我失去记忆，变成一个没有过去的人。他们把我的自尊踩在脚下，让我成为一个人人都可以侮辱嘲笑的陆太太，让我活成一个笑话。鸡汤哥，我要彻底离开陆泽，我要让凶手付出代价。3年了，是时候该清醒。小轩，无论你做什么决定，我永远会支持你。喂，老师，我是艾拉。陆总，想不到白小姐那边情况那么严重，您这3天一直都在照顾她，也没怎么顾得上休息。他毕竟是我的救命恩人。对了，您的手机，太太好像给您打了不少电话。我知道了，他应该问你我去哪儿了，你没乱说吧？从那天晚上到现在，我一直跟您在医院，没有见过太太啊。你没去接乔军啊？您也没告诉我要去接太太。全都是那天晚上的电话，他该不会……陆泽，你回来了？这里是我们的家，我不回来还能去哪儿啊？也对，他那天等不到我，肯定自己就回来了。我刚才也不知道急什么。前3天你是有什么急事？怎么突然就走了？那个集团在 H 城的工厂出了点问题，我去处理了一下，没来得及告诉你。怪不得你看起来这么累。我给你煮了百合莲子粥，我喂你吃。还是陆太太会疼人，你放心，老公再累也有精力满足你。把我丢下3天，才想起问我个笑，陪过了白小小，还有心思开我玩笑。兔子，你真让我恶心！既然要演戏，行了，我陪你演到底。对了，你不在的这几天，我爸爸这里有些账单，可能需要你签一下。医院的账单你签就好了。我可不肯签，之前用的珠宝都需要秦秘书签字，这我要是签了，秦秘书不认怎么办？你呀，还为之前的事情记仇呢。行，我来签。好喝吗？
好喝，陆太太熬的，当然好喝。不过，这个味道应该是李嫂的。我还是喜欢陆太太的味道。那下次我亲自给你做。喂，小轩，我们这边都已全部安排妥了，只要你一句话，随时都可以办理出国手续。以后你就是爱了，他再也找不见你了。怎么能轻易走呢？3年来的付出和痛苦，还有我妈妈的性命，他们对我做了这么多，是时候要还他们一份大礼。可是陆泽的手段你也清楚，要趁他没发现时赶紧离开。要等他有所察觉时，我们就没有办法顺利离开了。没关系，这次谁也阻拦不了我。陆总，小小神经痛，闹着要见你。我马上到。陆泽，你又要出去吗？ H 城那边的事情还没有处理完，我很快就会回来。乖。可是我刚刚做噩梦了，梦到我哥哥在监狱里吃苦，不敢一个人睡觉。你能不能在家陪我？我会有事的。你如果实在不放心，我现在就给孟京发消息，我让他以最快的速度拿下庭审，释放你哥哥。我已经给他预付了2000万，放心吧，你哥哥一定的。谢谢老公，那我在家里等你回来。你叫什么？老公。已经很久没有生气了。我真喜欢你现在的样子。放心，我很快就会回来。陆泽，你喜欢这种绿茶的样子，果然配不得一点点真心。喂，小轩，3年前那场车祸的证据已经找到。另外，撞你的那个男人正是白小小的父亲。这一家人还真是蛇蝎心肠，很好。联系老师吧，结束这一切得选个好日子才行。那就定在3天后吧。3天后尘埃落定，你真的要走吗？还是不要回来了？你是国宝级的小提琴手，要不是3年前那场事故，你就不会蹉跎至今，你早已享受于世界。小轩，海阔天空，去飞吧，永远不要回来了。好。怎么总有一种不安的感觉？陆总，白小小情况怎么样？白小姐最多只能再活2个月了。哎呀，就别吃了，你这个样子要是被陆泽看到，全都露馅儿。哎，不会的。为了演得真一点呢，我托人从国外弄来了禁药，看着和我的药很相冲，实际伤害并不大。伤害再小，你也不能拿自己的身体冒险啊！乔勋这么扒着他不放，我要是不这么做，怎么吸引陆总的注意啊？小小说的没错，上次我开车被撞死的，下次我一定找机会。别说，陆
终于来了，我的腿好痛啊！我是不是要死了？你不会死的。在最后的2个月，尽量不要刺激病人，让他开开心心的过，否则的话，情况会更糟糕。最近有什么想做的事情，或者是想去的地方吗？怎么突然这么问？没什么，医生说你病情好转了，可以出去散散心。你真关心我。不过我还真的有一件事情一直惦记着。上次的拜师宴不是出了岔子吗？不过魏教授还是很欣赏我，他答应3天之后约我在世纪饭店重新拜师。好，3天后我陪你去。他毕竟救了我的命，让他好好度过这最后2个月，也算彻底还清恩情。至于乔勋那边，瞒一瞒，反正2个月很快就结束了。陆总，我妈说我穿这条裙子特别好看。癞蛤蟆穿大红袍。谢秘书，帮小小参考一下。睡醒了吗？睡醒了。早啊。这2天有想我吗？想你啊，想见你。我也想你。那要不见一面？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人想介绍给你。时间可能不太凑巧。今天是公司的最大股东会议，我这个陆总必须出席。可我这个朋友可能只来1次。我这也是没办法。抱歉，等我回去，你想要什么补偿？补偿？真难为你，在这个时候还想着敷衍我。能当你的陆太太就是最大的补偿了。没想到陆太太会说情话了。等我，明天回去一定好好陪你。明天见。看样子，这段感情无论是3年前还是现在，都是一场笑话。幸好这次我没有泥足深陷，就让这一切都在今天结束吧。怎么感觉说话有点怪怪的？陆总，好奇怪啊！刚刚管家来电话说，太太突然拿走了护照，还收拾了行李，好像是要走。啊？陆总，太太该不会是要闹脾气吧？我来照顾小小的事情，她不知道。她收拾行李，应该是想去旅游。等把小小这边的事情解决之后，我就会去陪她。可是，陆总，我好了。出发吧。自从不想当陆太太后，我也真是对陆总祛魅了，整天东瞒西骗的。陆总，您就不怕哪天玩脱了？上次的宴会出了一些变故，没想到魏教授不计前嫌，还肯收小小做闺蜜。魏教授，能得到您的欣赏，我真的很开心。陆总对白小姐真是关心备至啊，白小姐走哪儿都陪着。这不知道的呢，还以为你们是夫妻，伉俪情深呢。陆总确实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男人。既然大家都到齐了，不如让小小正式拜师吧。要正式拜师了是吧？老公，快去给小小还有魏教授倒酒啊！拜师怎么能没有酒呢？啊，对，那个，这可是我托人买的茅台，花了我3000多块呢。魏教授，我一定要敬你一杯，以后我们家小小可就拜托你了。啊妈，你们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？快别开了！马上就开好。为了这种女人，耽误我最珍爱的学生，
这陆泽什么眼光？你看魏教授这么好酒，您一定要喝点。行了，我不喝酒。那这么好的酒，您不喝太可惜了。魏教授是文化人，既然不愿意喝酒，不必强求。教授，这仪式怎么办？您说了算。还是陆总这聪明人好沟通。拜师呢乃是喜事，喜事就得有所祝贺。我正好有位贵宾。既然是魏教授的贵宾，想必不同凡响，真令人期待。是吗？等会儿啊，你还期待？怎么是你？I thought I'd never lose my mind. Sometimes you pull me into the 他怎么会在这儿？还有这首曲子，跟上次一样，就是这种熟悉的感觉。3年暗恋，3年婚姻。陆泽，我以这首最爱的曲子作为诀别曲，6年的感情化作尘埃，今后你我再无关联。这感觉，难道当年真的是他？乔勋，今天是我的拜师宴，你又跟踪过来，你要不要脸？你跟踪我？不是说在京城，怎么在矮之城？我以为你会有点心虚，跟我解释几句，没有想到你恼羞成怒，反而指责我。我不是故意骗你，但如果你不是跟踪我，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你忘记我电话里跟你说要给你介绍一个很重要的人，这个人就是魏教授。没错，他就是我的贵人，可跟你们啊没有关系，你们不要太自信了。魏教授，您可是享誉国际的名师，而他不过就是个上不了台面的家庭主妇，怎么可能是您的贵宾？他不是，你是啊？魏教授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陆总在这儿，你怎么敢这么跟我女儿说话呀？别看了，以前你们仗着陆泽仗势欺人，这次他可帮不了你。你什么意思？白小小，你以为我是为了陆泽来跟你争风吃醋的吗？我是来找你的。我？3年前你在 M 国一家医院外开车杀人，给我撞成了重伤，我母亲当场死。3年后，想起我父亲资助你出国，让你探望我们母女，你却出于嫉妒买车行凶。但警察不是吃素的，3年后这笔账你该还。你说的是真的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他是胡说的，你不要相信他。是吗？可我前一阵子已经托了 M 国的国际刑探，有了确凿的证据。你这条双腿，就是因为当时畏罪潜逃，被别的车撞坏。不是的，不可能。我是国际刑探，白小姐犯罪证据确凿，请配合调查，带走。这不行，别碰我！别碰我！放开我女儿！别急啊，白望山、周菊芳，你们上周买凶杀人未遂，但国内不像国外，监控证据遍地都是，已经证据确凿，板上钉钉。你们一家子罪犯就应该去监狱团聚去。你想害死我全家吗？你太过分了！有你3年前过分吗？乔家对你无微不至，你却恩将仇报，害死我的母亲。我母亲明明什么都没有做，
带走。妈妈，抱歉，3年了才帮你抓住凶手。陆泽，爱你6年，我从天堂掉入地狱，甚至忘记自己是谁。我被你困在身边，失去自我。但这次，我不会再让你找到。级别都买好了，走吧。陆总，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我是无辜的。陆先生，白小姐是嫌疑人，这于理不合。嫌疑人并非罪犯，更何况罪犯也有人权。听说陆先生对这位白小姐是情有独钟，十分维护啊。今天算是见识到了。不过陆总，你还是死了心啊！他犯罪证据却凿不。就算你有钱，请了那位金牌律师孟金燕，也救不了他。他害死的可是陆太太的母亲，你丈母娘，你就一点都不在乎你太太伤心吗？我只相信证据。他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有义务保护他。更何况，如果他真的犯了罪，判决书下来，我会亲自送他去监狱。那陆总很快就会后悔，护着他。对不起，您所拨打的电话无法接通。小薰，我知道你在家。你今天做事情太冲动了，你应该跟我商量一下的。白小小现在在医院治病，其实不管你报不报警，她都活不长。喂。小薰，小薰，我有话跟你说，小薰，小薰，小薰，老公。又和上次一样闹别扭。老公，你一直说没有时间照相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。你看，我找人合成的这张照片，一点都不像 P 的，真不错。不知道花了80万合成的照片吗？喜欢的跟宝贝似的。你们怎么干活的？谁把照片弄坏的？先生，什么照片呀？我们的结婚照，除了你们干活的人，还有谁能弄坏？现在上来见我！先生，你弄错了吧？结婚照不是我们弄坏的，5天前太太就给我们放假了，我们最近都回老家了。他给你们放假了？没错，太太说您去哀曲城办公，她要去找您，就让我们都休息几天。先生，先生，先生，陆总，好奇怪啊！刚刚管家来电话说，太太突然拿走了护照，还收拾了行李，好像是要走。难道他真的走了？陆总，您和太太的离婚申诉已经走流程了。离婚申诉？是太太给我的离婚协议，上面有您的签字，您是忘了吗？你不在的这几天，我爸爸这里有一些账单，需要你签一下。原来是那天，他骗我签字。你这次来真的，我不会让你走的。
立刻去联系机场，无论如何必须把萧轩给我找回来。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呀？万一陆泽那个变态把机场封锁了怎么办呢？师姐，你还笑得出来？陆泽明显就是个偏执狂，他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你的。放心吧，他来不了了。阿泽，你爸他疯了，他认回那个杂种了，还要把公司一半的股权都给那个杂种，怎么办啊？阿姨，此言差矣。另一半股份分明就是我母亲被害死，她给我的赔偿罢了。你妈的死跟我没关系，别这么看我。原来是你，好久不见，陆泽。或许我该叫你一声哥哥。滚开！滚开！今天有我在这儿，你休想离开这半步。你既然为了乔勋拖着我，选择认祖归宗，我一向对陆氏集团不屑一顾。可如果是为了他，我不妨可以争一争。你疯了！你知不知道他要出国？他可能这辈子就回不来了。我当然知道，小轩，爱不是输，应该是托举。飞向你的自由吧，你的未来会越来越好。谢谢你，季堂哥。陆氏集团有一半的股份归我，我已经下达了指令，航班正常起飞。陆总，有闲心还是担心一下公司吧。现在有不少股东对你有意见，你不是喜欢他吗？他要出国你不拦着，反而让他走。陆总，喜欢不是占有，你连爱人都不会，难怪他会离开。我没时间跟你废话，死心吧，你去机场，你也追不上我。松开！陆总，国际刑探那边提供了充足的证据，白小姐确实涉嫌杀害太太的母亲，而且，没想到3年前拿情换起名的人，居然真的是太太。白小姐就是为了顶替她的身份，才对太太和她母亲动手的。难怪我听他拿琴那么熟悉，听白小小的却没有任何反应。我早该想到他就是我的救命恩人。我却一直把白小小当做救命恩人，对他恶言相对。我都干了什么？我都干了什么？另外还查到一件事，3年前太太的哥哥给他预定了隔壁的房间，太太她确实不是故意进入那个房间的。3年前，你就是推开了这扇房门，跟我发生了关系。哭什么？3年前你不是很心甘情愿吗？3年，你恨了我3年，我走出来你都要纠缠我，看来你这辈子是不会放过我。那我赎罪可以吗？赎我当年走错了房间，当上了陆太太，赎我爱上你。他当初宁死也要自证清白，可我却从来都没有相信。乔勋，你恢复了记忆，知道了真相，却不肯告诉我，你才是我的救命恩人。你对我到底有多失望？谢谢老公，那我在家里等你回来。能当你的陆太太，就是最大的小骗子！那个时候你就打算要离开了是吗？
原来你真的要离开了，我心里会这么痛。心一跳，爱就开始煎熬。是不是如果当初我有说下去，我就还可以挽回你？对了，你那么喜欢我，你喜欢了我整整3年，一切都还有机会的，是不是？这破损太严重了，没法修复啊！而且那种 PS 合成的相片也没有什么修复价值。谁说没有？我出100万。这不是什么钱不钱的问题，先生，你放弃吧。梦该醒来。这个气势不行。他是个疯子，离他远点。陆总，陆总，您的头发，想不到太太离开，陆泽竟然大受打击，短短几天白了头。有事？啊，白小姐醒了。他应该还不知道你已经发现他冒充他在救您的人身份，正闹这个间谍。以前无数次被他这招给骗了，反而委屈了小雪，难怪他不肯回来。照片我已经补好了，他这个假爱人也该拆穿了。小徐，过去你受的委屈，我会一件一件补偿给你的，放心。陆泽，你来了。你头发怎么？谁允许你？对不起啊，忘记你有洁癖了。对了，我听说乔勋出国了，是真的吗？你很高兴？我当然高兴，毕竟陆总神通广大，要不是你允许，他根本走不了。所以是你让他出国的，对不对？我就知道你肯定会相信我没有撞人，毕竟我是什么样的人，你是最了解的。我怎么感觉我一点都不了解你？陆泽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这3年在国外是我一直不辞辛劳的照顾你，而且我当时都不知道你是谁，我就一心想着你快点好起来。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我说错什么了吗？你没说错，继续。其实我年纪也不小了，我爸妈还一直催我结婚，要是你不嫌弃的话，我们可以。嫌弃？你说什么？一个杀人凶手，
顶替了乔勋恩人的身份，藏在我身边3年，我都没有发现。白小小，你知不知道我陆泽最恨欺骗？你都知道？对，我全都知道了。我原本以为你是一个家境贫寒，只是有点贪慕虚荣、心地善良的好女孩，没想到你是一个刽子手。白小小，你真可惜。可惜。可是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啊！我爱你不比乔勋爱你少，他会拉琴我也会。闭嘴！你也别跟他比，你这辈子连他半根头发丝都比不上。陆泽，可是我爱你啊！我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。你的爱，我嫌脏。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你最近对我这么好，你心里肯定是有我的，对不对？我对你好，是因为你快要死了。你什么意思？要我提醒你吗？你跟乔勋暗地里面争风吃醋，偷偷吃禁药，却不知道那个禁药损害心脏，你最多只能活2个月。2个月？我原本以为只要熬过这2个月，我就能彻底还清你的救命之恩，却没想到因为这件事情让乔勋误会。白小小，我对你已经仁至义尽了，以后我们再无瓜葛。你的犯罪证据我已经上交了，判决书过2天就能下来。不过你最好祈祷一下你能活到那一天。陆泽，别走！看在我快要死的份上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过去3年里，你有没有一刻对我动过心？你配！怎么可能？既然他不爱我，我也活不了多久了，还不如死了算了。哎，那不是陆总吗？他最近多次缺席股东大会，还一意孤行动用集团力量找人，董事们对他意见很大。再这样下去，陆氏只怕要易主啊！他在哪儿？几天不见，陆总这新发色看起来老了10岁似的。他在哪儿？陆泽，你凭什么觉得我会把他的下落告诉你？她是我的太太，你们凭什么藏着她？离婚协议是你亲手签的字，你们已经没有关系了。她是我的太太，以前是，但现在不是了，以后也不会是。贺锦堂，我知道你因为他不会这么狠心的，他确实不够，才会一次一次被你伤害。陆泽，你就不好奇他为什么离开吗？我告诉你，在你给他补办生日宴的那晚，你将他一个人丢在了海边餐厅，去陪你一个小情人。你知不知道他在餐厅是怎么被人羞辱的？我刚才就觉得你不对劲了，原来是故意来吃霸王餐的呀！哎，把他送警察局去。走。他没有告诉过我，告诉你有用吗？你是不是觉得那只是小事，要像以前无数次那样，
事后安抚他一下就行。但很可惜，这是他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陆泽，你不懂什么是爱，你不配爱。我把这场烟花补给你，重新开始吧，好不好？我都做了些什么？原来是我自己，是我自己亲手放弃了这一切。哎，等等，你有完没完？我想知道他现在过得好吗？我配知道。就再见吧，我的女孩，见证我的失败，没能给你一个未来。时隔3年，天才小提琴家艾拉正式宣布，即将展开全球小旭，恭喜你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生活。艾拉，你是我的神，终于等到你的亚洲巡演了，求求你给我签名吧，艾拉，我爱你。哎呀，别急，别急，师姐你也太受欢迎了，下次还是请专业保镖吧。是啊，谢谢大家对我的喜欢。这老头也是粉丝，咱们艾拉貌美如花，老少通吃啊。他没认出我，也是他光芒璀璨，我却变成了这样。等等，大叔，谢谢你来参加我的演奏会。后来不再计较你誓言的频率，后来把你想要的自由还给你，后来我们回到人海里，再见都没说一句。后来你的消息3年了，终于见到你，我的小提琴大师。季堂哥，就别开我玩笑。后来我学会爱自己。小雪，原来离开我，你可以这么快乐，这么自由。我终于彻底失去了你。